我们的上班时间是几点？我去见客户了。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我跟您说过我要去见于先生，他非常乐意接受条件，所以他打算和他的外甥女签和解书了。你从哪里知道顾杰要挖光瑞？我同学啊，什么同学？我大学同学啊，王丽是他的老师，王丽跟顾杰现在是合伙人。那这件事情你昨天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昨天我没觉得这个很重要啊。不管你觉得重要不重要，你都应该把你知道的全部都告诉我。何塞要把范小天炒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炒掉的人需要我来接收吗？不是，丽娜姐，她不是这个。你闭嘴！你是我的助理，你是协助我工作的，而不是告诉我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现在请你出去，去搞清楚你这个同学的老师到底做过什么案子，跟光瑞是什么关系。去啊！你不应该把气都撒在黛西身上。那撒谁身上？如果他昨天告诉我，我今天在光瑞面前就不会这么被动。你可以问问黛西。黛西肯定不会离开罗宾的。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不够。顾老师，黛西跟罗宾的关系很不一般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有人看到他晚上在罗宾家里，谁看到？就是反正外界一直在传。我认识他一个大学同学，等回头我再去确认一下。那现在都谁确定愿意过来？正芒、小天儿，他们都愿意过来。好，他们来了，都给你管。谢谢你。咱们每人给小天唱首歌，祝小天前程似锦，祝我们的友谊长存，怎么样啊？好。来，我先开个头，我先唱了啊。这首歌呢是在我毕业的时候，我们老师带着我们唱的，之后就各奔东西了。在唱这首歌之前，我们老师对我说，我们未来再见面的时候，很有可能就是在法庭上。我恳请你们记住，即使你们有一天各为其主，各自为敌，你们作为对立方的一生，不得不针锋相对，不得不剑指对方鼻尖的那一刻，我请你们每个人都记住，记住这一刻，我们曾经在一起，在这里，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。文明、法治、进步、和谐。好。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？我们要做主人，去拼死在疆场。明天是社会的栋梁，人们今天是两个在一堂。我年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。巨浪，同学们，快拿出力量，赶复兴天下的希望。巨浪，巨浪不可。师傅，我们先去趟望京吧。好。你跟我的门有仇吗？什么重要的事儿，不能明天再说吗？我记得您曾经教导过我，不管重要不重要，我只要知道什么，我全都要告诉你。喝的不少啊。是有人要挖你吗？对，不止挖我，而且还挖了范小天董静、毛燕、郑芒。看来瞄准的不只是我们的客户。顾杰瞄准我们的人，而王丽瞄准我们的客户，他们绝对是有分工的。王丽，
就是我之前跟您说的，我那大学同学以前律所那老师。你说的这个王丽，是不是一个木字边加一个乐？对，您认识他吗？您该不会跟他有过节吧？啊？他追过一个我认识的女生。琳娜。不是。那蓝红？也不是。那他肯定是追过一个女生，但是那个女生喜欢你，所以他就没有追上。你太庸俗了。那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个王丽，之前跟我是高校网球队的。她追过罗琦，但罗琦最终喜欢上了季玉。然后季玉又是您最好的朋友。哇塞！你们这都什么缘分啊！我巧合吧？你这是什么表情？那为什么我今天下午在办公室跟您说到他的时候，您并不知道他是谁？因为你并没有跟我说这个“丽”是一个木字边加一个“乐”。那都不重要。八卦时间结束，我们要制定战斗计划。对，战斗，我们一定要开启客户保卫战。收一下制装费。制装？如果我要说战袍，你是不是就能理解了呢？战袍？我们的企业客户一份合同动辄几十亿、上百亿。我懂了。你是不是要带我去？是的。但是我不想让别人说我是一个特别苛刻的老板。自己的手下牛仔裤都破了洞了，都买不起一条新的。我这是休闲的时候穿的，我上班的时候不会穿。哎，老板，我前2天在唯品会上看中了几身战袍，折扣挺大的呢。你要不一起给我报了吧？不要得寸进尺。啊。你的客户谈得怎么样？马不停蹄晃了一圈，基本上按中。啊，光瑞呢？正在联系中，那就是还没搞定。会搞定。我接电话。喂，我是。嗨。哎，大家人呢？走了呀？去哪儿了？明知故问啊。真的都走了？老大，你的助理呢？我把他给炒掉了。你把他全送给了顾杰。这不过是一个助理而已。高峰呢？高峰本来就是顾杰的人啊。毛岩、董进还有郑芒呢？不，您怎么了？我今天刚刚接到人力资源的电话，说是这几天不断的有人往他部门里送辞职报告。照这个速度，我们的助理都没了。我们可以上猎聘，再找几个更优秀的。更优秀的？您就因为走几个助理，您跟我捶桌子啊？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人，你把他送给顾杰了，给叛军送了这么大一个开野花篮。这不是我送的，是他们自己要走的。你自己要反思。黛西为什么没缺？您是说我在帮着顾杰挖我们全景的人？我警告你，如果你继续做损害全景的事儿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你赶出去。光瑞联系上没有？他一直不接我电话。
那就继续联系。我会一直给他发短信、发微信、发邮件，直到我联系上他为止。我知道为什么光瑞和王丽打得火热，但是不接您电话，不回您邮件了。为什么？我刚刚看到一条财经新闻，说重点。千度的总裁他接受了一个采访，在采访的时候他说到，如果我们要占领未来市场，那么光瑞的大数据还有我们的搜索排名，简直是天作之合。王丽不是千度的律师，如果他刚巧是呢，那他会不会用这个身份去接近光瑞，而光瑞会不会因此而动心？那就是天上掉馅饼。所以呀，我们现在就应该要找到更大的馅饼才行。我们找不到。您没找呢，怎么就知道找不到？我不是在指导您工作啊，这是您之前教我的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王丽说你们有矛盾，怕你宋青年搞事情。但是王丽她并不是千度的律师，也不是他的法律顾问啊。他有一个朋友呢，是一个基金的代理人，这个基金控制千度。所以说这是天作之合。你是想说服我放弃？不，我觉得你应该接受。我希望你能理解，如果我要接受的话，必须同时接受王丽做我的法律顾问。那当然，毕竟他的朋友控股千度。谢谢老皮，不客气。那咱们以后还是朋友。当然是朋友。我有一个小疑问，你说，王丽她为什么要拿那么大的馅饼去砸你呢？他说他喜欢成人之美。光瑞，这件事情不管最终怎么样，咱们俩这么多年朋友，这么多年哥们儿，如果说你相信我，你是不是可以？你想看我跟王丽的协议？万一不是馅饼，是陷阱，多加一个小心，总没坏处。王老师，您是为了拿到合同，所以才以退为进的吗？为什么你就不能把我往好处想？我这就是把您往好处想啊，因为我知道您内心根本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天上掉馅饼这回事儿。没错，我确实不相信，确实不相信他们可以给出光瑞这么好的条件。所以说，我们必须尽快查清楚，这里面到底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哎呀，我印象里你很少喝酒啊。对，我很少喝。你喝点酒吗？你是约我来喝酒的。柠檬水，谢谢。谢谢。你把我们精心培养的助理都给挑走了？没有都挑走，只挑了一些最优秀的。那你为什么只挑士兵，不挑培养他们的将军呢？因为士兵比较年轻，将军更有经验。权怕少壮。你是在拒绝我？我了解你，什么意思？
你会把你的客户从全景带过来给我们吗？不会。你如果不带客户过来，我没有办法让你直接成为高级合伙人。为什么？你知道我的能力。我要说服王丽，王丽带了她的客户来给我们。如果你两手空空来了就直接晋升为高级合伙人，对王丽不公平。封印不会答应的。封印根本就是在利用你，他在拿你平衡罗宾。我们非常欢迎你的加入，但是你至少要带1个客户进来。但是如果我必须得带客户到你们律所，你才可以让我做高级合伙人的话，那么我为什么要去你们律所呢？我可以去任何律所，任何律所都会让我做高级合伙人，甚至可以让我去进管理委员会。我也可以建议你去龙科跟廖佳敏并肩作战。封印会怎么想呢？一个是他的旧部，一个是他的前未婚妻。来，什么事儿，老大？我今儿一上班看到了这个，什么东西？何塞的辞职信。辞职理由呢？个人原因。我要是他，我就说，因为我把我的助理赶跑了，我深感愧疚，引咎辞职。我确实因为这事儿向他吼了一通。您的意思是说让我去找他，跟他解释，您并不是想把他赶走，只是打是亲，骂是爱。我向他嚷嚷啊，是想让他换位思考一下。你看他今天骂这个，明天骂那个，我要让他尝尝他被骂的感觉。老大，您太厉害了，我就这么跟他说。好。果不其然，王丽给光瑞挖了好大一个坑，光瑞会被骗得很惨的。你一夜之间就读完了 MBA， 我有一个优点，自知之明，不懂就问。所以你问了何塞。对，我记得以前小天跟我说过，千度最早是何塞老师的客户，所以我想何塞老师应该会比较了解。咱们3年前就解约了，这是何塞心中的痛，他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过。但他跟我提了，他告诉我说他特别看不起千度，千度已经用这样的方法消灭过很多竞争对手了。看来你确实有这么一点点的进步。记住，他们买光瑞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把光瑞束之高阁。很多品牌都是这么消失的。光瑞拿到几十亿，然后他的公司和品牌就不复存在了。你去找何塞干什么？问他想吃什么，我请他。那你呢？好久不见，罗宾，好久不见了。一个人啊？约的人还没到吗？你干嘛不直说光瑞来不了？我怕你接受不了。哼，我没关系啊，我就是想打一场球而已。怎么着？要不咱俩打一场？啊不，我不跟无赖打球。我跟你说啊，无论什么运动，球员在场上难免都会犯规，但是犯规不代表他就是无赖。那这么说，你承认你给光瑞挖坑？嗯？你的样子真的很令人生厌。令你生厌不能说令人生厌，你不代表人类。约到何塞了没有？没有，他手机关机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到哪里能找到何塞？请给我一个位置。
风景不错啊。你为什么不去上班呢？如果我去上班，你在这儿见到的就不是我了。你到底想干嘛呀？我要离开全景。顾姐给了我更好的条件。不会的，我知道你在赌气。不，我这是经过了深思熟虑。你好好的，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跟你好好谈谈。我没时间，我也不想谈。你就是走，也不能现在走。我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。站住！站住！你能不能别这么任性啊？我为什么不能任性啊？啊，你成年累月的任性，对吧？你想炒客户你就炒客户，你想拍桌子你就拍桌子啊！你翻脸比翻书都快，你那都不是啊任性，你那是跋扈。我从不对自己人。你现在走，就等于是在全景最艰难的时候给全景插了一把刀。难道我要留在全景，等着你们给我插刀？没有人给你插刀，那是没插你身上，封印把我插的都快成刺猬了，你看不到吗？何塞，你要理解他，他现在压力很大，他不是在针对你。前段时间因为光瑞的事情，他不也冲我嚷嚷吗？是你现在已经把光瑞的问题解决了，对吧？可是我怎么办啊？那些走了的助理，我不能把他们拉回来了。没关系，只要你在，我们可以培养新的。我跟封印也是这么说的，可是他呢，跟我拍桌子。那是因为什么？你也知道，顾杰另立山头，四处造谣抹黑，说我们所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有心思在做业务。你这时候把助理开掉，就等于是给顾杰递过去一把刀子。所以封印情绪失控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他要为他的情绪失控付出代价。但现在我替他向你道个歉，行吗？不行。那请问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也知道啊，我留在全景是没有前途的，因为你永远挡在我前边。我们俩发生了任何利益冲突啊，永远是牺牲掉我。你我之间有了矛盾，有了分歧，封印也永远是站在你的一边，对吧？我不是妒忌你啊，我是觉得这样不公平。既生瑜，何生亮啊？咱俩就不应该在同一个律所啊，咱俩应该分开，分属不同的阵营，一较高低。你的意思是，未来你想成为我的对手？对。我们俩不在同一个律所，就不用互相再回避了啊！咱们俩可以作为同一个案子矛盾利益的双方啊！我一想到咱俩会同时出现在法庭上啊，我就有点迫不及待。幼稚。看好了，封印他求你让我把它收回。哎，我如果明天在律所里见不到你来上班，我就把你从我的好友列表里彻底删掉。好友列表里，我在他的好友列表里。好友列表，好友，对不起，我迟到。你以前说你最痛恨迟到。是的，我以前从来不迟到，我包括每周五跟我的理发师约理发的时间，我都没有迟到过。今天是一个例外。例外的原因呢？我遇到了点事儿。跟我有关系的事儿吗？跟你有一点点关系。你说。你好，请问需要什么？啊，来瓶水吧。好的，请稍等。你说。
我得先跟你说明一件事情，在我们开始其他事情之前，什么事？你委托我的事儿，我跟你查清楚了。你姐夫在去世前10天的时间，他把自己名下的所有的股权以极低的对价转给了孙超越，这是一笔涉及100亿资产的股权变更。啊？你听我说完，我本来呢是打算离开全景，去一家新的律所，你呢会是我去新律所的第一个客户，你的这个案子会是我去新律所的第一个案子。然后您说，谢谢。那现在呢？罗宾的把我的辞职信给撕了，你看。撕了你就重写一份呗。如果你真的想走，你认真听我说，我现在决定，我不走了。你走还是留下，对我来讲真的无所谓。我要的其实就是……我知道你想要什么。你确定你姐夫没有给你姐留下任何遗嘱吗？现在有个事儿，对你姐特别的不利。是不是有人造谣我姐？是我姐为了钱才嫁给我姐夫的，然后我姐夫知道这事儿以后就不爱她了，过年也不跟她一起过。还有比这更不利的。我姐夫为了不让我姐占到便宜，他早就安排好了，所以我姐她什么都没得到，也不让她得到任何东西，对吧？对。那如果我姐跟他打官司，这场官司能赢吗？我现在没法给你承诺，但是如果你是法官，2个故事，一个故事，富豪突然间去世，100亿家产被小叔子霸占；第2个故事，美女图财嫁富豪，富豪将自己所有的资产留给自己的亲属，美女妻子竹篮子打水一场空。这2个故事，你更愿意相信哪一个？我下来上班了，但是你要先去丰音办公室，他在等你。合同我打印出来了，到时候您呀帮我过目。来，飞飞。不好意思啊，前段时间呀家里出点事儿，没顾得上你们这边啊，都能理解，请坐。关于这1650万的事儿啊，我认，但是话呢，咱得说清楚。因为之前这个合同啊，蓝红签的，我哥并不知道。但是现在要付这笔钱，那咱就得名正言顺，重新签个法律协议。之前那个作废。罗宾还没有来，在老大办公室。哎，有客户。谁呀？新合同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我请罗律师做我的私人法律顾问，这笔钱呢就算是顾问费。这和过去的意思差不多，有一点点不同。之前啊，是我哥的法律顾问，就因为我哥现在已经不在了，那么现在呢，我是想请罗律师作为我的私人法律顾问，绝不可能。哎，这为什么呀？因为您是被告，我们是原告的律师。我是被告，我被谁告了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你嫂子，你哥哥的遗孀。蓝红告我什么呀？我听听。你侵吞了你哥哥的遗产，欺负他们孤儿寡母。我还没告他呢，他反过来告我，黑白颠倒是吧？哦，潘金莲告上武松了。哎，众所周知，你哥哥以前得过胆管癌，动过手术，所以说你哥哥的病以及他的离世跟蓝红没有任何关系。怎么没关系啊？蓝红要不是天天气他，他可能脑梗吗？可能生病之后还不见他吗？你哥哥之前留下遗嘱了吗？当然留了。
遗嘱怎么说的？遗嘱里说，所有的财产跟蓝红1分钱关系都没有。那跟谁有关系？跟我有关系啊。所有的财产都归你一个人所有。我今天来呢，不是要在这儿啊谈论遗产的继承问题，哎，我是来谈这法律顾问的合同的事儿的。可你们现在这儿冲出一律师来，跟我说我被告了，而且还是原告的法律代理，这有点荒唐吧？哦，对不起啊，这事儿我也是刚听说。何塞，你跟那个兰事先签了代理合同没有？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我过来就是来跟您汇报这件事儿的，正在进行中。那就是还没签。那个，冯主任，罗律师，我对法律呢也略懂一样。如果你们跟我签了这个代理合同，你们就不应该接跟我有利益冲突的任何一方了。咱换句话说，咱不用换句话，咱们就直说，我们作为蓝红的代理人，就不可能做你的代理人啊，也不可能给你提供任何法律服务，否则我们就会违背利益冲突原则，也会违背我们作为律师的职业规范。哎，这怎么呛你生意啊？不，我们是搭档，不存在谁抢谁的生意。行，你们是律师，你们不做生意，我是做生意的，我给你们算笔账，好不好？这个合同一签，你们律所立马就能收到这笔1650万的顾问费。你等等啊，如果我们做了你哥哥遗孀的委托人，按照行业参考价，律师费按照争议标的额的1.5%到8%之间收取，那我们的律师费就会达到1.5亿至8亿之间，我们也会算账。你算的呀，只是你自己的账，我帮你算算罗律师跟你们整个律所的账，好不好？除了这笔1650万的顾问费之外，打官司如果真的产生诉讼的话，这钱是单算的呀。罗律师，他付你多少钱，我一样会照付，甚至更高。一旦蓝红发起诉讼啊，罗律师是不可能做你的代理人的。为什么呀？蓝红是他前女友。罗律师，这你应该更了解蓝红了呀。他是什么人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众所周知，背信弃义，太贪婪了。哎，之前是因为啊给我哥做法律顾问，做着做着成我嫂子了，这不明摆着冲我哥钱来的吗？我哥早就看出来了，早就有全套的防备，所以1分钱都没给他，让他竹篮打水一场空啊。孙先生，对不住，我可能真的不适合做你的法律顾问。为什么呀？老天长眼，天赐良缘，给了你一个报仇的大好机会啊！他不是那种人。我对上号了，你不会是那个前男友吧？哎，我可早有耳闻啊，之前人要结婚了，请柬都发了，结果结婚之前遇上我哥了，把你给甩了。如果要是这么能对上号的话，我太能理解之前为什么跟你签这1650万的合同。哎，你这话说的不对啊，那是因为你们1审、2审都败诉了，我跟他签的是风险代理合同。如果我不能胜诉的话，那这钱也到不了我们手里。我说你怎么那么可爱啊？啊，你怎么不想想你怎么接的呢？要不是因为你的搭档跟他的老情人有关系，你可能接吗？哎，干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打架！好听点，好听点。我就说了，哎，我就说了，怎么着吧？你现在就是。找罗宾啊，他不在，他去风云办公室了。琳达姐，打起来了！罗宾老师在风云办公室跟人打起来了，拦都拦不住。安贞俩人欺负就算了，这个西门庆也跟上上外边。住手！就说你西门庆。
律所培养你也不容易，希望你能留下来。何塞老师应该跟你也谈过了，你再想想。那我就先不辞职了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有别人打起来，在主任办公室。哎，怎么打起来？现在知道疼了，以后我跟人打架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别抱着我，你去抱对方，抱别人？罗宾那意思呢？你抱着别人，他就好打了啊！你抱着他，那他就没法打人了。行了行了，你们俩，刚才亏了是抱着你，这要是没抱住呢，你出手没轻没重的把人打伤怎么办啊？我还没出手呢。对，我跟你说啊，只要你一碰着人家，人家就可以报警，万一验出点轻伤来，直接把你就给拘了。对，你要是被拘了，被吊销了律师资格证，你就当不了律师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就不当，我卖咖啡去。你以为咖啡是你想卖就能卖的吗？谁找你这样的大叔卖咖啡呀？没人找，我自己开一个，就叫大叔咖啡。从咖啡师到服务员，必须全是大叔。行了行了，越说越没边儿了。大谢，你可以走了。谢谢了啊。哎，怎么了？里边打起来了？哎，你不是去顾杰老师那儿上班了吗？准确的说，我已经递交了辞职报告了，但是还没通过批准呢。我怎么听说何塞把你留下了呢？你知道？现在我们大家可都知道了，你可以接机上行事了。我提交辞职报告又不是因为待遇问题，那是因为什么？因为讨厌何塞？你别造谣啊！我可一点都不讨厌何塞老师。看来何塞老师的挽留很成功嘛。我跟你说点事儿啊。什么事儿？咱俩出去吃个饭吧，到饭点了。啊，好。你看他干什么？就是因为你对我们律所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啊！不，我是在给咱们律所争取一个100亿家产案，正在争取，就是说还没有争取到。我一定会争取到的。那万一没争取到呢？那是不可能的。你知道吧？刚才那份合同只要一签，即便是蓝红向孙超越发起了诉讼，咱们作为孙超越的律师，不管案子输赢，都能得到一大笔预付款，知道吗？他怎么走了？你也可以走。不，我们2个可以一起来代理这个案子。那前提是，你必须签下来。当然。何塞，鲨鱼的嗅觉是非常灵敏的，它可以在海水里嗅出哪怕是100万分之一的血腥味儿。您这话什么意思？律师就像鲨鱼一样，他能在海水里嗅到几公里之外的血腥味儿。这种血腥味儿可以把他们很快地带到受伤者的面前，然后他们把受伤者当作猎物客户。我要见到白纸黑字。委托协议，我这就去办。
你知道吧？刚才那份合同只要一签，即便是蓝红向孙超越发起了诉讼，咱们作为孙超越的律师，不管案子输赢，都能得到一大批预付款，知道吗？他怎么走了？你也可以走。不，我们两个可以一起来代理这个案子。那前提是，你必须签下来。当然。可是，鲨鱼的嗅觉是非常灵敏的，它可以在海水里嗅出哪怕是100万分之一的血腥味儿。您这话什么意思？律师就像鲨鱼一样，他能在海水里嗅到几公里之外的血腥味儿。这种血腥味儿可以把他们很快地带到受伤者的面前，然后他们把受伤者当作猎物客户。我要见到白纸黑字。委托协议，我这就去办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在你跟孙超越翻脸的时候，你都看见了。我觉得你特别的慢。应该的。你怎么了？很明显吗？挺明显的。你眼睛怎么了？肿了？是发炎了还是怎么了？我跟我姐吵了一架，我姐把我惹哭了。你怎么能这个时候跟你姐姐吵架呢？我也没有想跟她吵啊。但是你看吧，你姐姐她这不是刚刚失去丈夫吗？你不能这会儿，你应该忍着她点儿。今天是我姐姐信用卡的还款日。往常她的信用卡都是她老公给她还的，是跟她老公一起的信用卡绑定的。今天，银行给她打电话了，说她的信用卡余额不足。我姐都不明白怎么回事，就给银行打过去电话，就问她怎么回事。后来发现银行账户全都被别人转走了，而且就这2天转的。我当时就跟她说了，她应该赶紧报警。你坐。但是报警了吗？报了。孙超越手上有一份遗嘱，是当时我姐夫留给他的，就说我姐夫生前的遗产都由他来继承。孙超越就是拿了这份遗嘱，去找了银行，办的转账。他们太过分了，你跟你姐说，咱们起诉他。我跟我姐姐说了，可是我姐姐就说她要再想想。我说你一直想，一直想，一直想，别人都把账户里面钱全都转走了，你还要再想。兰兰，你不应该这么跟你姐姐说话，啊！你这样跟她说话，你多伤害她呀！你想想，她刚刚失去老公，正是沉浸在痛苦之中的时候，啊！你说谁能成想，她老公尸骨未寒呢？啊，然后银行里边所有的钱就都被自己亲弟弟给拿走了，对吧？这不是你姐姐的错误，你不应该埋怨她。我没有埋怨她，我就是觉得现在我姐姐的情绪她太悲伤了，她不利于处理这件事情。我想让她把这件事情委托给我，我给她找律师，可是我姐姐不同意，她就跟我吼了起来。你跟你姐姐推荐了我，然后你姐姐不同意，她是不相信你呢，还是不相信我呢？还是说？他要找其他律师，他要找罗宾，我不知道。反正我跟他说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就跟我急眼了。他让我以后不要管他的事，他让我滚。那你坐下，你坐下吧。
这样，我来想办法啊。你先不要急，好吗？你先回去，我一定会想出办法的。我求求你了，只有你能帮我们了，一定要帮我。一定。帮我问一下你那朋友孙超越，下一次什么时候去打网球？我不问。好，那我自己问。我有他微信。他叫什么来着？罗宾。前段时间我记得他还发朋友。那女的好面熟啊。她是蓝红的妹妹。他们俩怎么会走到一起去？她是蓝红的助理。我知道她是蓝红的助理，她叫兰兰。我是问她怎么会和何塞走到一起？你把我电话给我。不给，你先回答我问题。他来找何塞有事儿，何塞出于礼貌把他送出来，所以他们走在一起。你说的是走在一起，你说的呢？走到一起，这有什么区别？当然有区别了。走在一起是指两个人并排走在一起，走到一起是说这两个人有事情。你也太敏感了吧？我看到了爱的种子，就一点点哦，但是很快就要破土而出了。我想起来了，原野，你那朋友叫原野，你不许跟他联系。如果他主动跟我联系呢？也不许。你怕什么？怕我去撒种子，还是怕他破土而出？我是不允许你通过原野联系孙超越。那我通过别人？通过谁也不许，就是不许你联系孙超越。邂逅呢？你敢？要么我们一起吃个饭吧。不了，谢谢。我还有好多事儿要跟你说呢。那我们去办公室。啊。哎，我呢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，就是不跟客户和客户的亲属吃饭。可是我们还没签约呢。那就更不能吃了。为什么？我不想让别人误解，我为了接你姐姐的案子，跟你吃饭是为了联络感情。谁会这么无聊啊？这是我的原则。如果你相信我，如果你找我，你就要尊重我的原则。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像您这样严于律己、尊重原则的人。您不像活在这个世纪的人。电梯我来了。何塞让我找小天，说让小天也回来，但是我一跟小天说这事儿吧，他就急，跟疯狗似的。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去找小天吧？你跟他熟啊，你开口他肯定回来。人各有志，小天和你不一样，你是辞职被挽留，而他呢，他是被炒掉的。总不能说你想炒人家就炒，你想人家回来，人家就得回来吧？哎，对了，你是不是有个同学叫孟小雨啊？那天看见你们俩在电梯，我没敢认。啊，他长胖了一些。你们熟吗？还行吧。怎么了？他有没有跟你提起过我呀？提了。啊，也没提什么，就是
你们之前是不是还是挺熟的？他说的所有东西，关于我的，你都别信。当然啊，关于你的，我肯定也不会信。我再多说一句啊，别让太多人知道你们两个是大学同学。如果有人要问起来，你就说不熟，还行。来，老师，您找我？把衣服脱了。脱衣服？对，好。我要送你一身西装。来，不是，何老师。哎，别客气啊，给他量量。何赛老师不用，我给他量。我一直看你这身衣服别扭啊，穿在身上窝窝囊囊的。我们干律师这一行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仪容和仪表。佛要金装，人要衣装，啊，穿衣服穿的不是衣服，穿的是修养。课堂103，做完了给你送到哪儿？当然送到这儿来。他是我们律所的啊，他是我们律所最优秀、最年轻的律师。好，那您先忙着，我们先走了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我会让你以最快的速度荣升我们律所的初级合伙人。你不会去顾及他，你肯定不会去顾及他。他们别人在那儿传瞎话啊，都传到我耳朵里了，说是人力啊把你的辞职信交给了封主任。我当时我就给否认了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对吧？这是你的签字吗？这是我的，这不是你的签字，这是我的签字，这就不是你的签字，你看错了，我认识你的签字。是封主任没有批准我的辞职吗？不，你从来没考虑过辞职的事儿，你从来没有写过这封辞职信。顾杰是你的老师，但是他绝对不能把你从我这儿带走啊！你不是他的个人财产。坐。这是一份新的合同啊，我们给你加薪30%，你不用客气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而且从今天开始，你跟着我，协助我管理所有的助理，所有这些人都归你管。综合果仁充个电。何塞把高峰也给留下来了。你不会真的打算？我经过再三思考，决定听取你的意见。作为一个律师，约架打架的确都是不文明的行为，所以我决定用文明的方式来解决。在法庭上，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，打他孙超越一个满地找牙。需不需要我提醒你一下？蓝红找的可是何塞，找何塞就是找我。你哪来的自信啊？哎，我刚听一小八卦，何塞刚才把兰兰送到电梯口，然后两个人飞吻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不骗你，就这个动作。兰兰都已经上了电梯了，何塞还自己在那儿飞呢。行了，别再说了。为什么？蓝红的妹妹和何塞好了，如果他们真的成了一家人，何塞已经走到门口了。你们为什么这么看着我？我们看见你走过来了，所以我们摆出了欢迎的架势。
我没时间跟你们开玩笑啊。丽娜，你先出去一下，我有事儿跟罗宾说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要说什么？丽娜，不，我要说什么？他要说你跟蓝红，我跟蓝红怎么了？你搞不定蓝红，想让罗宾跟你一起去搞定蓝红。不全对，那就是蓝红压根儿没有决定让你当他的代理律师。去哪儿？你希望去哪儿？我已经做过一些调查了，在孙浩瀚已经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的情况下，居然还参加了北京、上海、青岛3地的股东大会啊，而且还签署了文件，把自己名下的所有的股权以极低对价转给了他弟弟孙超越，而作为法定继承人的蓝红居然什么都没得到，这一点太不可思议了。我平常不亲自开车的。那你司机是病了，还是家里有事儿？我是怕司机在，有些话你不太好说。对，我们这个案子啊，现在一定要保密啊，尤其是现在这个合同还没有签署的情况下。封印跟我说律师啊都是鲨鱼啊，闻到一点血腥味立刻会出动。如果其他律所的律师知道蓝红他要打官司，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找到蓝红的。我不是怕司机嘴不严，我是怕当着司机的面你抹不开。我有什么抹不开的？你好好想想，你有什么应该让我知道的事情没告诉我？既然咱们是搭档，我掌握的所有的情况，我都跟你分享了。那就是我耳朵聋了。有人跟你说我什么了？你自己好好想想，好好想想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把兰兰送到了电梯上，然后飞吻。没有，绝对没有，那是误传。咱们电梯里可是有监控录像的。不，那就是一个动作。对，动作。吻、拥抱、抚摸，都是动作。不，这些动作什么都没有。但是你知道他喜欢你。我没问过他，我没法回答你。那你喜不喜欢他呢？我没认真想过，以后再跟你说。果然是发芽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给你讲个故事啊。你说。扁鹊见蔡桓公，我知道啊。扁鹊见蔡桓公，扁鹊跟蔡桓公说：“君有疾在腠理，不治将恐深。”桓公曰：“寡人无疾。”翻译成白话文，就是扁鹊跟蔡桓公说：“大人，您有毛病，如果说不治呢，恐怕以后会加重。”而蔡桓公说呢：“说我没病。”然后呢？然后扁鹊又见了2次蔡桓公，都跟蔡桓公说他有病，而蔡桓公呢都说自己没病，而且蔡桓公他还不高兴了。等到蔡桓公真的有病的时候，他想去找扁鹊，结果扁鹊已经去了秦国，桓侯遂死，蔡桓公他就死了。你知道就好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说我有病啊？恋爱有时候也被称为得了一场病。我没病，寡人无疾。我和兰兰啊，确实是什么都没有发生，起码目前什么都没有。君有疾在腠理，不治将恐深。我们都是成熟、理智的成年人，一段感情是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够决定是否要开始。那你的意思是你们还没有经过深思熟虑，还没有想好是否正式开始？对，我们还没有深思熟虑。那你并不否认他喜欢你，你也喜欢他，所以你们已经产生了彼此喜欢的小萌芽。不是所有的小萌芽都能够生根发芽，长成参天大树，最后结出果实。但是你承认你们发芽了。哎，你别绕我行不行啊？我和兰兰
目前是不会谈恋爱的，因为我是一个有职业操守的律师。我不记得律师职业规范里有哪条规定，律师不可以跟客户的妹妹谈恋爱。但是我绝对不能让别人说我何塞搞定了一个客户，是因为搞定了客户的妹妹。对，我不是这样的人。我说你今天怎么这么冲动呢？我怎么冲动了？那是什么让你冲进了封印的办公室，跟孙超越针锋相对呢？正义感。我还以为是荷尔蒙呢。就是正义感。荷尔蒙也不丢人，我没觉得荷尔蒙丢人，但是你把正义感归于荷尔蒙，那就等于你是侮辱了我的专业，更侮辱我的感情。好，尤其是侮辱了我的职业操守。好，正义感，你赢了。那现在兰兰知不知道，你短期内不想跟她谈恋爱？应该知道吧？什么叫应该知道？这个问题重要吗？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，偶尔扇动几下翅膀，就会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。是的，蝴蝶效应。我不是蝴蝶。千里之堤毁于蚁穴，你是蚂蚁更糟糕。我也不是蚂蚁，也不是蝴蝶，不是蝴蝶，也不是蚂蚁。好，赢了，不是我赢了，是我又赢了。我刚才已经赢过你一次了，正义感，对吧？我现在是第二次赢，第二次赢叫又赢了。我们可能碰到熟人了。谁呀？顾杰。你没看到他的车吗？你跟顾杰的司机熟吗？你是想让我问问他，顾杰为什么到这儿来，几点来的，跟谁一起是吗？他的司机是他的心腹。你想，顾杰离开律所，他的司机也跟着走了，他应该什么事都知道。人家是顾杰的心腹，又不是你的。再说，就算什么都知道，为什么要告诉你呢？万一他智商不够呢？你总是习惯把别人想的比较蠢。我从来没认为你很蠢。他们为什么不上车，站在路中间啊？也许是想等我们走过去的时候，伸出腿来绊我们一脚。那怎么办？我是说，他待会儿要真伸出脚来的话，踩过去，然后说对不起。这么快又见面了？对啊，孙超越先生现在是我们的客户啊，那是因为我们拒绝了他。我希望你们能够说服郎红女士，接受我们的条件。你们什么条件？我们受孙超越先生的委托。太啰嗦了，说重点。重点就是，郎红女士如果选择再嫁，孙先生将会赔付一笔嫁妆；如果选择不嫁，那么孙超越先生会按月支付她一笔生活费。生活费的多少，我们可以谈。那我们还是法庭见吧。法庭见。法庭见。下手真快啊！你说是孙超越找的他们呀，还是他们找的孙超越？这个问题非常好，但是你应该问兰兰。我姐刚才发了好大的火，我们早点来就好了。你们都知道了啊？孙超越找了2个律师，来跟你们谈条件。太过分了！他跟我们说啊，孙浩瀚所有的财产全都是孙家的，说我姐就是一个外人，还给我们念了一遍孙浩瀚的遗嘱。
说按照遗嘱上说，我们就是零继承，包括这套房子，都不是我们的。你说气人不气人？姐，罗宾和何塞来看你了，我认识他们。你们喝点什么？你们是来毛遂自荐的吧？我们不是毛遂啊，但是我们确实希望你能够信任我们，把这个事情委托给我们。我不会委托任何人。你不打算起诉了吗？打算，但是我没钱请律师，我的信用卡全部都被冻结了。我们可以给你做风险代理，就是打赢了给钱，打输了就不用给了。我知道什么叫风险代理，但是我不能输，我承受不起这个风险。你看啊，你也做过律师，律师不能100%的承诺胜诉。就因为我也当过律师，所以我才不打算请律师。为什么呢？是你不相信律师，还是不相信我们？我自己就是律师，我为什么还要花钱请别人呢？你确实当过律师，但是你已经很久没有职业了。那是因为我嫁人了，所以我现在打算复出。复出？对，重操旧业。那你也不能拿自己的案子练手啊。那你觉得我拿谁的案子练手更合适呢？你找些无足轻重的啊，哪怕是输了也无所谓的。什么案子是无足轻重，输了也不太所谓的？对于律师来说，再小的案子，对于当事人来讲都是天大的事儿。谁会把自己天大的事拿给一个律师练手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不管你什么意思，反正我绝对不会把自己性命攸关的事儿交给别人。何塞嘴笨，他的意思是说，是你做过律师，但是你已经离开很久了，对这个行业会有些生疏，所以他建议你先从一些基础的工作做起，不要一上来就打生死攸关的官司。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凭什么要从最基础的做起？我跟你曾经是同事，如果不是我结婚离开律所，我不会做得比你差。这是给你的。什么呀？你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于叔叔送你的，为了表示他对你的谢意。哇，这可是于叔叔手工做的。他手工做的，这什么呀？这是？他是一个工艺美术师，做的什么我也不知道。既然老人有这片心意，你收着就完了啊。谢谢谢谢。谢谢，谢谢。不对，你肯定有事儿求我，对不对？我是有事求你，哎，但不是工作的事儿啊，是我个人的事儿。我想请你帮我一忙。边吃边说，你动筷子。我不的，我怕到时候你跟我说了我帮不上忙，怎么我还吐给你啊？那你要帮不上我忙的话，改天你请我吃一顿啊？不要，我最讨厌的就是欠别人人情。赶紧的，先说。行，是这样，我不是马上要出国留学了吗？我爷爷现在岁数也大了，他的身体状况你也知道，我还是对他有点不放心。哎，你平时没事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去养老院看看我爷爷，跟他说话什么的？当然没问题了。哦，就这事儿。然后万一啊，我说是万一啊，如果我爷爷病了，他需要签字，万一我要是赶不回来，你能签吗？爷爷没有其他的亲人吗？我爸去世的比较早，我妈后来又结婚了，他身边没有其他亲人了。那你觉得要不要给爷爷找一个议定监护人啊？哎，我找你想帮我的，就是这个事儿。
爷爷他知道咱俩分手了吗？我没跟他说，我怕跟他说完以后，他又问东问西的。没事啊，如果你要是不想帮这忙，或者说你要为难的话，我再想其他办法。该吃吃，别影响咱俩吃饭。你还要主食吗？我给你点一个。你要给你爷爷找议定监护人这事儿，他知道吗？知道。他有没有给你什么候选人名单之类的？给了。我啊。除了我，还有没有其他候选人啊？于叔叔呢？于叔叔，他多大岁数了？说的也是。我爷爷是认识你，他也信任你，没事儿。你要是实在那什么，我就跟他实话实说。那他岂不是很失望？半辈子都过来了，什么失望事没见过呀？还不差这一件。哎，行。真的啊？嗯，答应了。这是什么？一顶监护协议啊，你先看看，看看。哎，你要是觉得没问题的话，过两天我带你公证去。你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我从来不打无准备的仗啊。那我问你，如果我要是不答应呢？啊？您不要紧吧？您要不要叫救护车呀？不是，我刚才在划船呢。你家有海啊？划船机。哦。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的人？啊，我听罗宾说的。等一下啊。请进。请坐。嗯。什么事儿啊？我姐知道我喜欢你了。今天你们刚走，我姐姐就问我了，问我是不是喜欢你，我说是。然后我姐姐就问你是不是也喜欢我。那你怎么说的？我说喜欢。你，那没事儿。那，然后呢？难道你不喜欢我吗？我没有。但是吧，没关系的哈。然后你姐姐是怎么说的呀？她问我咱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。就是压根儿还没有开始嘛，对不对？或者说是还处于萌芽状态。萌芽？对，就像生病一样，这别人吧都没看出来，甚至呢我们自己都没有感觉到。但是如果是名医的话，那就已经看出来了。你说我姐姐是名医呀？你就直接跟你姐姐说呗，这实话实说，对吧？你就把实际情况你告诉你姐，咱们俩之间这事没什么可撒谎的，你就实说就行了。我就是跟我姐姐实事求是的说的，我说我们两个人现在呢是彼此喜欢的阶段，并没有实际发生什么。但是我姐姐就问了，你们两个人为什么没有实际发生什么呢？我说因为何塞老师是一个特别有原则的人，他不喜欢把工作和感情混为一谈。我喜欢有原则的人。谢谢你夸奖，你懂我。那然后呢？然后我姐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什么故事？
他有一个朋友是律师，男的。这律师呢，还有一个朋友是大老板的儿子。后来有一天，大老板犯事了，就给抓起来了。抓起来之后，这个儿子就来咨询这个律师，因为这个大老板把所有的资产都过到了这个儿子的名下。然后这个律师就给他这个傻儿子出了个建议，就是让他跟他自己老婆离婚，把这所有的财产都以离婚财产分割的方式放到他老婆的名下，然后让他老婆带着自己的孩子移民到海外去。你知道这个故事啊？我当然知道这个故事，这不是个故事，这是个真事儿。后来他这个傻儿子呀，就听了这个律师的建议，把所有的财产给了他老婆，让他老婆带着儿子移民到海外。他想等事情都过去之后，再跟他老婆复婚。可是，他老婆没有跟他复婚，而是嫁给了那个给他出主意的律师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老板用生命换来的钱都被那个律师还有他儿子的老婆给骗走了。这各行各业啊，都有这种没有底线的人。那你姐姐给你讲这故事什么意思啊？你姐跟我做过同事啊，她了解我的为人。我接你姐这案子可不是图了她的家产，你姐居然怀疑我？哦不，我姐不是在怀疑你，我姐姐只是担心你是在审时度势。我审什么时夺什么势啊？就是你在等一个结果，如果这个案子打赢了呢，那就顺理成章，皆大欢喜，你会向我求婚的。但如果这个官司输了呢？输了以后，那我姐姐就身无分文了，那我也是一样的，那你就当做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，反正也没有开始。你不要再说了。你跟你姐说，她防着谁都可以，但是她不应该防着我。她这么想我，她就是对我最大的侮辱。你也是。哦，我没有这样想，我觉得我姐姐担心是正常的，毕竟她受了这么大的打击，那谁也没想到自己老公的亲弟弟会算计自己的嫂子呀。你根本就不应该跟我说这些，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呢？我是这样的人吗？你姐姐侮辱了我，然后你把你姐姐侮辱我的话告诉了我。我告诉你是想让你了解我姐姐。我不想了解你姐姐。那你接我姐姐的案子，你就得了解我姐姐的脾气。我现在对接你姐姐的案子一点兴趣都没有。那我呢？也没有兴趣。都有冷漠，欲望勒索。No， 起了火，爱若难破，不含焦灼。No， 着了魔。暧昧后的出卖，最无奈的无赖，寂寞怎么释怀？黑夜没时间让它等待，你打破规则，我当背叛者，无辜的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关于这空间是锁，你早灯光了，我自由赢的，还会在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各自快活。No no no。好，马上就到，马上就到。麻烦你一杯拿铁。啊，29在那儿算吗来杯美式。？30。蓝红。丽娜。哎呦，麻烦你一杯拿铁。啊，29在那儿算吗来杯美式。？30。蓝红。丽娜。一个面包，一杯美式。好的，请您稍等。
我听说了一些关于你的事儿，怎么样了？哪些事儿啊？就是网上大家都在传的，说你老公走了，什么都没有留给你。嗨，那些事儿啊，其实我也听说了一些关于你的事儿。现在怎么样了？好的，什么事儿？就是你父亲啊，闹得沸沸扬扬的，都上热搜了。没事了，现在。那就好。哪天没事好。谢谢。怎么样啊？你现在还单着呢？对呀。你喜欢什么样的？告诉我，要是有合适的，我给你介绍。我就喜欢我自己这样。我要是男的，我就娶你。我可不会嫁给你。再见。哎，你知道刚跟丽娜走一块那个女的是谁？谁呀蓝红。现在网上全是她家的故事。哎，说她嫁入豪门只因为生了个女儿，豪门老公什么都没给她留。网上说那话能信吗？哎，那你说点真实可信的。她是罗宾前女友。真的假的？啊什么啊？不信你们问人家黛西。黛西，你知道啊？问我干什么呀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算了算了，你说说嘛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是个公开的秘密。哎，把门关上去，把门关上去。当初他跟罗密一起在咱们律所实习，那个时候啊，跟着封印伺候一个大客户。一来二去呢，大客户就发现原来自己大部分的活都是实习律师在做。那再一来二去呢，这个大客户算了笔账啊，如果他能把这个姑娘娶回家，那不仅是给自己省了一大笔法律顾问费用，而且还能给自己生儿育女啊，一石二鸟，两全其美。所以他跟这个姑娘提出了求婚。有钱人怎么都这样啊？这姑娘还是亏了呀。人都知道你冲人钱去的，能防着你吗？我刚才在门口看见蓝红了。你迟到了。我昨天跟你说了，我今天会晚一点到。我是说你错过了何塞。何塞怎么了？他今天戴着一副大墨镜来上的班。你问他了吗？啊，对，你不能问他。你如果问他的话，他会觉得你在嘲笑他，幸灾乐祸。你确实不是合适的人选。而你是，至少比你合适。一会儿我去找他聊聊。你为什么不现在去？因为我现在要先跟你聊聊。我一切都很好，你应该先去关心何塞。你知道今天蓝红要来。丽娜。好，我不问。反正我只有一句话。你绝对不能做他的律师，接受他的委托，去替他打这个家产的官司。人家并没有委托我。那他来这儿干嘛？上班。什么？你听到了。他来这儿上班。是的。或者用他的话说，付出，重操旧业，东山再起。没错，他是来重操旧业，东山再起，但是他绝对不是来上班的。他穿的那不是上班的衣服，那是战袍。他就是在这儿邂逅的他的百亿老公，他现在成了遗孀，却并没有继承他所预想的巨额财富，所以他又回到这里，想要再邂逅一个有钱的老板，再从当人家法律顾问开始。丽娜，你对蓝红有偏见。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生物叫拜金女。不要那么刻薄好吗？我只是不想看到你再受伤害。我知道，不会的。好了，你该去关心何塞了。你看，他们散会了。何塞现在真的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人关心。
这就是你的办公室，请。把门口的名字换成蓝红就好。是，把高级合伙人这几个字儿刮掉。你知道，这以前是顾杰的办公室。我知道，他离开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为什么一直没刮掉？我来了就要把它刮掉。蓝红，我们就不绕圈子了，不能你一来我就让你当高级合伙人吧？您不能这么说话呀，我又不是新来上班的。我跟罗宾、何塞他们一起来到全景，他们现在都是高级合伙人。你嫁人了，他们一直在工作。我也一直在工作啊。我是浩瀚超越的法律总监。浩瀚超越是一家市值100亿的民营企业，我们的产业遍布世界各地，横跨数个领域。我的律师证每年都如期年检的。我不是新来应聘的律师。我只是回到我曾经工作过的律所，继续工作而已。你们应该给我相应的待遇。这几年我也并不是只在家里相夫教子。这间办公室，你知道这个律所有多少人辛辛苦苦一辈子，也没有得到这个待遇。但是我现在把它交给了你，就代表我对你的认可。我并没有把你当成一个新手。高级合伙人，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。您有这个权利。我不能使用这个权利，因为你有能力可以得到它。我要是使用那个权利，对你我都是个损失。对我是滥用权力；对你，是贬低了你自己的才华。我相信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你就可以用自己的能力来证明自己。到那个时候，全律所的人都到我办公室来要求你加入高级合伙人的行列，看，这多棒！您真的是我见过的仅次于我丈夫的管理奇才。仅仅管理一个律所，真的是屈才了。我全把它听成是对我的恭维吧。我打算从我自己的案子开始。蓝红，你确定你要自己给自己打官司？我确定，这就是我回来这的目的。我要打赢我的案子，扬名立万，让所有跟我有类似遭遇的人都来找我，到时候我们就不愁案源了。你一定会输的，而且会因此声名狼藉。没有人愿意请一个声名狼藉、连自己家产都打不赢的律师为自己服务。输赢都是我的事儿。不，你现在是全景的律师，你接的案子关系到全景的声誉，输赢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。那谁来打能赢呢？你吗？我至少从来没输过。那是因为你从来不敢接受挑战，你只挑你自己有把握赢的案子。不，打官司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而已，还有其他很多种手段。对于打不赢的官司，我通常建议他们和解。如果你是想劝我跟他们和解，那我劝你还是省省。我说了，我只是想解决问题。你知道孙超越的律师是谁吗？当然，顾杰和王丽。所以你觉得他会跟我们谈吗？你跟他们关系好吗？交战的国家尚且可以铸剑为犁。我要血战到底。停！都别吵了。我有个建议，能不能在我们律所搞一次模拟庭审？你呢，就自己给自己打官司；你呢，当被告的委托代理人。你们俩得好好准备一下。事实胜于雄辩，你们看怎么样？我没问题。我更没问题。那我也准备一下。我在考虑是不是我要弄一身法袍啊？你把它摘了。我不。
谁在办公室里面戴一大墨镜啊？我。所有人都在问我何律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在办公室里面还要戴一个大墨镜？我一会儿群发一个信息，我就说我眼睛发炎了。那你还不如在家歇一天呢。谢谢，我不喜欢，我要工作。工作。如果你想找一个人聊一聊的话，你可以找我。丽娜，过来，坐下。我觉得你是不是失恋了？我不确定我是不是失恋了，因为我们俩还没有确定恋爱关系。但是你确定你们俩不会再确定恋爱关系了？失恋有很多种，这也是其中的一种。我想知道，你们是怎么过来的呢？有的人说失恋就像感冒，是说有的人感冒了，第2天就好了；有一些人感冒了呢，就转成肺炎了；还有些人就因为感冒就死在感冒上了。不会的，你只是重感冒而已。重感冒的意思就是你很难受，你头疼，你头晕，你什么也吃不下，你什么也干不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过1个礼拜就可以康复了。在这1个礼拜之间，千万不要让你的病情加重，比如不要跟感染源重复接触。哎，你要想早日康复的话，你就不要现在出去挨刀子。他来这儿干嘛？你以为人家是故意带着刀子过来劈你的？你说，我应该怎么做？正常一点就好了。你在这儿啊？别装了，我也是来泡茶的。你手里拿的是咖啡。啊，是咖啡。但是我本来是要来泡茶的哈。你办公室里面有茶，而且实习生轮发给你泡茶。不，这个是减肥的。这个茶里边有绿茶，有。你怎么知道我办公室里有实习生给我泡茶？我做了尽职调查。你调查我？从你发的第1份律师函开始，我就调查你了。好，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啊！我对你这种严谨、负责的态度啊，非常的赞赏，真的很赞赏。谢谢，职业习惯。那好吧，那我们就说开了啊，我们都不要再伪装自己了。你装着在这里跟我邂逅，是，很不高明啊，被你识破了。那我们就开诚布公的好好的谈一谈，好吗？我不装了，你也不要装了。我装什么了？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是蓝红的助理。你是说你要在这儿上班？嗯，我现在就在做诉讼的准备工作。什么诉讼？全律所就你一个人不知道。我们需要一些证人证言。丽娜可以作证。我证明什么啊？证明蓝红就是潘金莲，得不到遗产活该。你只需要把你知道的讲出来就可以。你这是要当众击垮蓝红吗？如果现在我不把他击垮，那么未来在大庭广众之下，顾杰和王丽就会把他撕成碎片。击垮蓝红必须我来。我们说好的，我们要强强联手，最佳搭档。你为什么一声不吭就要甩掉我？咱们说好的，你为什么要甩掉我？我没有甩掉你。那你们为什么在这偷偷开会，不告诉我一声？我们只是在讨论模拟庭审、模拟辩论。那也必须得有我，我得跟你一起。我们说好的，我没有甩掉你，你也不能甩掉我。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激动？有什么话坐下说。你为什么让兰兰去我们家找我？我没有。那她是怎么知道我们家地址的？是她非要问我你住在哪里。
那你就擅自啊，自作主张就把我们家地址给了他吗？难道你要告我一个泄露个人隐私罪吗？那你总应该提前告诉我一声吧。我以为他会给你一个惊喜。如果我提前告诉你，你还会有惊喜吗？嗯？这是没有声音是吧？这视频从哪儿找出来的？哎，这可是你是态度我们高手。他们那么多人围着你电脑看什么呢？你们干什么呢？这是茶水间的监控。我知道这是茶水间，为什么你的电脑上会有茶水间监控的回放呢？其他人的电脑上看不到吗？我还以为所有人都能看得到呢。你跟我过来一下。你找什么？墨镜呢？你现在越来越没礼貌了。出去敲门。是你吧？你为什么要动我的电脑？高峰让我弄清楚，你为什么在这个律所里是一个特殊的存在。你别问他。哎，小雨。哎，好嘞啊，等会儿见。哎，要么我叫黛西一起去吧。哎，好的好的，拜拜。我请孟小雨吃饭，咱一起去啊。我去不了。你呢？吃饭去。啊，不了不了，我也有事儿。你真不去啊？啊，那行，那我自己去了啊。走了，拜拜。我真的不能理解你为什么要激怒何塞。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是他跟我提出了我根本不可能答应的要求。他的要求真的不过分，确实不过分，但是他现在的状态，确实不是一个律师的状态，又不是真的法庭，只是模拟而已。模拟也不行，他会当众出丑，成为大家的笑料。他已经是大家的笑料了。主任，你们在说谁是大家的笑料？我们在模拟辩论，你们在议论何塞，我们在关心同事。我认为啊，你应该跟何塞模拟辩论。您答应他了？是啊，你们俩都是被告的委托代理人。为什么？他今天特别激动，他告诉我，我要是不答应他，他马上离开律所。他这是威胁，您更不能答应他。已经决定了，我不是来征求你的意见，我是告诉你，去找何塞，他在办公室等你。为什么不是他来找我？你们俩都不是小孩子了，再说我也不是你们的家长。你现在就去找何塞。不，让他多等一会儿。你们怎么真跟小孩子似的？我们不是小孩子，我们只是都固执的不愿长大。他是固执，你是不愿意长大。我是丽娜，我知道，你负责行政，行政一姐，单身未婚无男友无相亲对象。是
事实上，你负责罗宾的行政，我不归你管的。我只是来告诉你，茶水间里有监控。鉴于你也是蓝红的助理，也请你转告他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我跟你不是一样的助理。我有律师执业证，可以独立接案。之前你在浩瀚超越有一间很漂亮的办公室，可是有一天，你的门禁卡刷不开门了，你以为是卡坏了，然后你找人来修，结果卡没有坏，是你被辞退了。你听谁说的？路人皆知。姐，你说他一个秘书，他怎么知道我在浩瀚超越的事儿？他不是一般的秘书，那他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啊？他可能之前从来没想过，一个助理或者秘书也可以有独立的办公室吧？怪不得呢，心里面不平衡。兰兰，你刚来要低调。我没有办法低调的。我呀，来这儿以后，所有人都知道我。我估计他们也在想，为什么我一来就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？大家都是助理，为什么他一来就有一间办公室？因为他在世界前10的法学院读过书，有律师执业证可以独立接案。你是说我没有在世界前10的法学院读过书？难道你读过吗？你这样说话很伤人。丽娜，你不是玻璃心。你刚才说的话足以切割世界上任何坚硬的东西。你是说钻石吗？事实上，只有钻石可以切割钻石，而且切割钻石是一门工艺。我没有在跟你说钻石切割的问题。你刚才说可以切割很硬的东西。我说的是办公室。蓝蓝办公室的问题，我刚才已经跟你解释过。我现在说的是蓝红。怎么又说到蓝红呢？他为什么一来就可以搬到顾杰的办公室？全中国的职业律师已经超过40万，但是涉外律师只有1%，而蓝红就是那1%。据我所知，你也在世界排名前10的法学院读过书，你也考了涉外律师。所以我是高级合伙人，而他不是，他只是拥有一间高级合伙人的办公室而已。既然蓝红和蓝蓝都是人精，都这么厉害，他们怎么会被别人侵占财产？所以你的结论是：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人家富豪也不是吃素的，早就已经写好了遗嘱，零继承。刘老师，啊，来。您找我啊？你去跟何塞律师确定一下诉讼策略。嗯，然后呢？然后起草代理意见。好，什么时候要？你知道模拟辩论什么时候开始吧？嗯，那之前，虽然是模拟，但是也非常重要。好，明白了，我最晚明天给您。他有点不对劲儿。哪儿不对？心不在焉，情绪低落。你想说什么？你知道我想说什么？我的助理只要有我看中的品质就可以，是我发的薪水。所以大家都在问我，他到底之前是做什么的？他是怎么来的？你就说你不知道不清楚，事实上也是你不知道不清楚。那你知道吗？你清楚吗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我是不是问了不该问的问题？还是我问的问题让你难堪了，你不想回答我？不，我是觉得。你觉得什么？你直说。你先是说何塞不正常，他是不正常，在办公室里戴这么大的墨镜，然后又说黛西，说他心神不宁。你的意思是说，真正有问题的人是我？丽娜，从你知道蓝红来上班那天起，对，我就神经兮兮的。我没有必要隐瞒我对蓝红的真实看法，我从来对他没有好感，不是出于嫉妒，是出于政治。我虽然不喜欢孙超越，但是蓝红不配继承财产。
罗宾他为什么让你来找我？他不亲自到我这儿来跟我商量案子、讨论代理意见和辩论策略？因为我是他的助理，这种事情一般都是我来做啊。我也有助理啊，你去跟我的助理谈啊。可是您的助理范小天已经离职了，被顾杰老师给带走了。你说的不对啊！第一，范小天他不是离职啊，他是被要求辞职，他犯了很多他不应该犯的错误。第二，顾杰本来要带走他的助理高峰啊，但是高峰很优秀，他被我留下来了，所以他现在是我的助理。可是他现在不在座位上。他跟我说了，他去见你的大学同学啊，你不用挑拨我跟高峰之间的这个助理关系。何塞老师，罗宾老师让我明天务必要把代理意见给他。那又怎么了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是不是我哪里冒犯您了？如果我哪里冒犯您了，我跟您道歉行不行？对不起了，何塞老师。你起来！我讨厌你跟我差异化对待，知道吗？对于我来说，差异化对待那就意味着歧视我。我没有差异化对待啊。你对待罗宾跟你对待我是两码事儿，这一点无可争议。是，但是因为罗宾是我的老师，而且又是我的老板，您们同时给我布置任务的时候，我要优先完成他的。但这不代表我不尊重您啊，是不是？我就想知道一件事儿啊，你来我们这儿工作之前，你在工作什么？你的职业是什么？啊，罗宾他是否知道？如果他知道的话，那么我要求同等的待遇。我学过心理学，我本来是想要考心理咨询师的。那是什么原因你没考呢？说不定我以后会考啊。啊，那好啊，因为心理咨询比法律咨询对于你来说更适合你，因为那就不存在输赢了啊。人生如果太计较输赢，是会得心理疾病的。你暗示我，啊？你暗示我太在乎输赢了，所以我心理变态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人生除了输赢，还有其他重要的东西啊，甚至是比输赢更加重要的东西。比如呢？比如说得到别人的认同感。这个世界就是凭实力来说话的，啊！你是一个助理，你没有这个实力来跟我谈案子，你去跟罗宾把这一点说清楚啊！你可以走了。凭实力说话是没错，但是实力绝不仅仅是指谁的地位高，谁的权力大吧？啊，对，你们女人还有一种实力啊，是颜值，这是你们的软实力。实力再强也是要讲道理的，不能因为谁的实力强，谁说话就算数吧？那还有我们律师这个职业干什么？那就看谁的钱多，谁的职位大，谁的拳头硬好了。哎，你跟罗宾也这么说话吗？啊，你去建议过他，让他去看心理医生，说他心里有疾病吗？何老师，我真的是因为好意。我建议您去看心理医生，真的不是因为您的心里有疾病。很多人他们去看心理医生，是因为希望心理医生可以帮他们缓解痛苦、缓解压力。那是女人和弱者需要的。那男人和强者呢？是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，还是挺身反抗这世间无涯的苦难，用斗争将他们扫清？这两种行为，哪一种更高贵？是默然忍受，还是挺身反抗？哪种更高贵？今儿打得不错，回去好好想想动作。好嘞，谢谢教练。加油！嗨，你是来向我求爱的吗？我是来找你了解一些情况的。丽娜猜到你会来找我，她还告诉我你想知道什么。那你能告诉我吗？那你可低估了我们女人之间的友情。应该说我高估了你们之间的理性吧。我有一点点不能理解你的理性。蓝红不是你的前女友吗？她能不能继承遗产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帮她？你的意思是，人只应该关心跟自己有关系的事情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律师、医生这些职业都值得怀疑，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干着跟自己不相干服务的事情。非常有说服力。那天我们打球的时候，孙朝野说，他的哥哥已经病入膏肓，不记得人了。我不在场啊。那你能告诉我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情的？哪件事情？孙朝野他哥哥不省人事，
病入膏肓不济的人。咱能不能聊点别的呀？我今天来找你，只想聊这件事情。我不想聊，那你什么时候可以跟我聊？我想聊的时候再跟你说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谢谢提醒了，我什么都没有告诉他哦。他空手而归，我还有点于心不忍呢。我请你吃饭。今天是我来群锦上班的第一天，你呢是唯一一个主动跟我说话的人，也是唯一一个跟我说话的时候带着笑脸的人。我敬你。大家熟了以后就好了。其实我能看出来，他们根本就不喜欢我。你说吧，我也不认识他们，更谈不上什么了解。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我？一整天了，不痛不痒、不死不活的样子。我碍他们什么事儿了吗？服务员，帮我加点橄榄油。好的，您稍等。谢谢。我姐给我打电话，我接一个啊。喂，姐，我跟黛西吃饭呢。黛西就是罗宾的助理。你跟妈妈先睡吧，甭管我了啊。我姐这人啊，就怕我被男人骗。其实以前呢，追我的人还是挺多的，后来我姐夫出了事儿以后，就慢慢少了。其实也不是少了，就是鸟兽散，好像都知道我们家出了事儿一样。其实我也跟他们说过，我们家的事儿是因为孙超越欺负我姐，他们表面呢就是一副不痛不痒的话，背后就幸灾乐祸。何赛老师没有这样吧？除了他。等会儿啊！10分钟。你一个人在家干嘛？还喷香水？你怎么知道我在家呀？你不在办公室就在家，不在家你还能去哪儿啊？我有时候也跟你们一样，我会出去交友的。你没朋友。孤独是一种能力，有很多人想跟我交朋友，但是我不想把短暂的时间浪费在没有营养的社交上。找我什么事儿？
有喝酒的杯子吗？你是来跟我道歉的？就因为我让我的助理去找你，这表明你不尊重我。这表明我尊重你。如果我直接去找你，我们俩意见相左，你少来。我们俩本来可以直抒胸臆的，那样才叫尊重。那看来我们对尊重的理解不太一样。你是说我没有雅量，所以误解了你的好意？我没这么说，但我确实也没想到，这件事情居然会伤害到你。你应该想到伤害了我，你总是伤害我，伤害我完之后，你又表现出一副无辜的样子。那我还有哪件事情伤害了你，并同时表现出一副无辜的样子？你甩掉了我。你想在蓝红的事情上甩掉我？我没想甩掉你，哼，我是怕你跟兰兰的关系。哎，你跟蓝红都不怕，我跟兰兰怕什么？我们俩10年前就结束了，我们俩现在还没开始呢。何在，就是一个模拟庭审，我真的没想到你会这么介意。行了，别生气了，生气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。什么别人？我在生你的气。你有没有听到过一句话？如果你因为一个人生气，那么就是说你给了这个人过高的尊严，他凭什么让你生气呢？因为我在乎，我才在乎你。哦。喂？喂？喂？你谈过几个男朋友？一个，就一个，就一个，骗人！骗你这个干什么？就谈过一个男朋友，又不是什么特别值得骄傲的事儿。你们为什么分手？因为他要出国。太帅了。嗯，我说这个分手的理由太帅了。兰兰给我打一电话，然后挂了，什么也没说。那你给他打回去啊。我不。那我帮你给他打。不，那你跟他说什么呢？我就说你电话落我这儿了，我看到一个未接电话，打回去问问什么事儿。哎，但这是撒谎，善意的谎言。谎言就是谎言，不分善意与恶意。你看你，好，那你就慢慢咀嚼你的痛苦吧。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你就当做是我来找你喝酒的吧。不，你找我肯定有事儿。喂？喂？喂？兰兰给我打一电话，然后挂了，什么也没说。那你给他打回去啊。我不。那我帮你给他打。不，那你跟他说什么呢？我就说你电话落我这儿了，我看到一个未接电话，打回去问问什么事儿。哎，但这是撒谎，善意的谎言。谎言就是谎言，不分善意与恶意。你看你，好，那你就慢慢咀嚼你的痛苦吧。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你就当做是我来找你喝酒的吧。不，你找我肯定有事儿。是，本来呢，我是想来跟你讨论讨论这个案子。如果说我们俩一起共同代理，那我总要知道你的论点是什么吧？那你为什么说是来找我喝酒的？因为你不在状态。但这孟芝兰是你带来的？是我带的。那是因为我预判到你不在状态。你看，我的预判多么准确。尽管我希望你向我证明我预判错了。我保证。现在我们回到案子上来，
你保证？我保证。你好，这是账单。说好的，我来。怎么喝多了不认识我了？行，我来吧。手机支付可以吗？都可以。那我回去我转给你哈。没关系的。好了。你等会儿，帮我开个发票啊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浩瀚超越。这个案子的前提你都已经很清楚了。我来想跟你谈的重点就是，我们应该让蓝红意识到，无论如何，由他自己上庭出庭，一定不如把这个案子委托我们好。别，你给我，我不看了，你给我，你给我呗，不用抢，给你，我走了。哎，别，你这样，我不看了，我真的不看了。我保证，我会全力以赴、全神贯注、专心致志的听你说。其实我刚才一直在专心致志的听你说。一直听吗？一直在听。你刚才说过多少次了？你保证？可是我在认真跟你谈的时候，你每隔几分钟就看一下手机。请问我怎么跟你谈？怎么跟你讨论？行，那你走吧。我知道你瞧不起我。我没有瞧不起你，我自己都瞧不起我自己。何塞，我真的没有瞧不起你，是真的。我特别能理解你此时此刻的心情，因为我也有过，比你还不堪。你知道我跟蓝红，当年我们俩都准备结婚了，连婚房都买了。慢点。啊，是的，慢点。没催，站稳了啊。是你自己啊。现在就我一个人。好。哎，你去哪儿呢？哎，洗手间在那边，慢着点啊。我来了。哎，那她嫁给孙浩瀚，她都没通知你一声啊？没有。但是她肯定知道我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咱们全律所唯一一个没有收到请柬的人。那你们俩就这么分手了？我们俩连分手都没有说过。可兰兰跟她姐可真像啊，这翻脸比翻书还快，说翻脸就翻脸。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去找他，跟他道个歉，说对不起，求原谅，求和好。但是我得跟他说清楚啊，如果我接蓝红的这个案子，我们俩就先不能谈情说爱，起码在这个案子结束之前不能谈情说爱。可是蓝红这个案子打上个1、2年稀松平常，打上好几年都有可能。但这是我的原则呀。那他肯定就认为你不够爱他。这什么逻辑啊？如果你爱他，多1分钟你都不会让他等。那就意味着
我不能接他姐姐这个案子，因为这是我的原则。可是你为了他连一个案子都不能放弃，他怎么会相信你爱他呢？我是一个律师啊，我可以放弃案子，但是我不能放弃正义。哎，你不要以为我在说大话。蓝红的这个案子非常的复杂啊，需要一个非常专业的律师来处理。而且我觉得像孙超越这种人，很有可能用上威胁啊、收买律师的手段。我也是律师，我也非常专业，而且我也不怕威胁，也不会被收买。啊，我懂了。你今天来说服让我去谈情说爱，其实真正的目的是想让我把蓝红的案子交给你。我不会这么做。对于我来说，职业是第一位的，生命其次。如果一个女人她跟我说要我把生命交给她，她才会爱我，那么好，我可以把生命交给她。但是她如果让我把我视为比生命更重要的职业交给她，那么就算了，不是算了，是休想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交个代驾回去了。不，哎，我刚刚进入状态呀，咱们俩现在可以谈案子了啊！你跟我说说，蓝红这个话题已经过去了。不，你得说说这个蓝，但我觉得不是你的错啊，是我的错，不是他的错。我叫的滴滴代驾到了。不，你得说明白你们俩到底为什么分手，这个事情是跟案子有关系的。喂，对，是我叫的。哎，边，你稍微等我一下，边，我马上就下来。你得把这一点说清楚啊，边。你是不是直接跟人家翻脸来着？翻脸，我是客气的，怪不得人家说了，娶媳妇儿之前啊，必须得见见丈母娘是什么样，什么素质啊，特别好意思说，哎呀，我们闺女脸皮儿薄，不好意思说，有些事儿啊，我替她说吧。你们这个房本上的名字啊，必须写上我闺女的名字。那蓝红什么态度？一唱红脸唱白脸呗，他就在边上说：“哎呀，人家的房子为什么写咱家人的名字啊？”他妈一听怒了，扭头就走，他立马就跟出去了。这戏演的，给谁看呢？罗宾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件事情你要谨慎，摊上这么一个丈母娘，你苦日子在后头呢。说的难听一点，这叫不要脸。姐，你能不能别说话这么难听？什么叫不要脸？那我换个方式说，你如果答应了，这是不平等条约，这叫丧权辱国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家是暴发户啊，钱不是辛苦挣来的，是天上掉下来的。哎呀，你能不能？你什么你呀？你差哪儿去了？非得送到房子才跟人家结婚啊？你想想，这是爱情吗？这叫傍大款。早。姐，我买了蛋糕，你过来吃点吧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昨天是去带西家了。他跟罗宾根本就没有那种关系，他们家根本就没有男人的迹象。你不用跟我汇报这些，我刚死了老公，没那么快想嫁人。他们都传带西和罗宾的，我是帮你去看看。这不是你的工作，兰兰。姐，你发那么大的火干嘛呀？我没发火。我又不瞎，你看看你那一脸的不高兴。
我老公尸骨未寒，我零继承，这网上还天天有人骂我说我活该，说我机关算尽太聪明，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你说我这一天天的，我有高兴的事儿吗？你去告诉封印，模拟庭审，要么取消，要么马上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人家都开始宣战了。他们干什么啦？他们怎么还搞这个呀？太无聊了。去告诉封印，我要发起诉讼，申请诉讼保全。姐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就不能轻易饶了他们。你还说什么家丑不可外扬，咱们早就应该起诉他们。你还在这愣着干嘛？早上好，罗老师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迟到了。那个，我手机不小心关成静音了，然后我看到您的未接来电，我就想给您回，我没想到我手机没充电，它就自动关机。然后我早上打车打了好久好久，我才叫到车。后来我在中途给您打电话，您没回我。那我为什么没有看到代理意见呢？是邮箱坏了吗？给我半小时啊，不，1刻钟，1刻钟我就给你发过来。太晚了。您昨天跟我说的是今天上午给您就可以，上午的概念也就是中午之前，现在才10点半。斌，可以走了吗？你确定可以了吗？我确定。你们去哪儿啊？开庭，战斗。丽娜姐，我今天特别的忙。不是，他们去哪里啊？模拟法庭啊，提前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你问兰兰去啊，你们俩关系不是挺好的吗？我。喂，姐。哎，我有件事情啊，要跟你商量一下。你等一下，我出来说。急吗？不急，但是中午以前必须要做决定。什么决定？我跟你说啊，就是那个王丽啊，最近一直在联系我。王丽，就是原来追过你那个王丽。我知道你不喜欢她。你们什么时候联系上的？是一个挺偶然的机会。他是不是问了很多你蓝红的事儿？对啊，最近我们聊了挺多事儿呢，还聊到你以前的事儿。以后你不要再见他。为什么？他是孙超越的法律顾问。我又不认识孙超越是谁啊？你在哪儿？电话里说不清楚，我现在马上过来找你。请当事人委托代理人按席位就坐。你坐吧，我来跟你说一下，我有事要出去一趟。出去？马上就开庭。你来配合何塞老师。临阵逃脱，明显不敢面对。请大家肃静。现在宣布法庭纪律。你要去哪儿？大家都在看着你，如果你现在走了的话，就是逃跑。如果你现在走的话，大家就真的会觉得你跟他有事儿。王丽找罗琦了。明白了。
罗琦，在你还是少女的时候，我就非常喜欢你，爱你。我想把你忘记，但是我真的做不到。收回你的东西，我不允许你利用罗琦。罗宾，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吗？我是跟你不一样，我从来不会像你一样为了赢官司不择手段。那你认为你从无败绩、战无不胜，是因为你的能力强吗？那可能是因为我永远站在了正义的一边。你跟我走，走。我不是18岁，我有自己的判断，好不好？他找你，就是想借你的口说出蓝红是一个薄情寡义、贪图钱财的女人，她不配拥有任何遗产。蓝红不是这样的人吗？我从来觉得就是啊，难道不是吗？原告蓝红女士和孙浩瀚先生之间并不存在感情。法律规定，遗嘱内容必须得符合遗嘱人的真实意愿。虽然原告和遗嘱人为法定配偶，但是遗嘱人早就已经表现出对这段婚姻的失望。你这句话没有事实依据。有，孙浩瀚先生在结婚后不久就发现原告嫁给自己是因为贪图富贵，于是就对原告产生了厌恶之情。孙先生每日忙于工作，但是连过年都不回家，情愿到弟弟家去和自己的儿子孙然一起过。过年是我们双方共同做的约定。孙然的母亲在除夕之夜去世，所以每年春节我丈夫都要回去陪她。那难道你作为后妈，我也有我自己的亲妈。我妈妈是个单亲母亲，一个人把我和我妹妹2个人抚养长大很不容易。我妹妹在我婚后不久就出国读书了，所以每年春节我都要回去陪我妈过年，要不然她就只能一个人过。这也是我跟孙浩瀚在婚前就做的约定。平时我们的生活都在一起，但是每逢过年，我们就各回各家，各自陪伴生命中其他重要的亲人。被告代理人，这是他们的婚前约定，不能以此来攻击他们夫妻的感情不好，更不能据此对原告进行人身攻击。审判长，孙浩瀚先生对原告早有提防，甚至一度怀疑原告之女并非自己亲生，所以在重病之际将所有的遗产交给自己亲弟弟继承，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。审判长，他这是在诬陷，涉嫌人身攻击。被告代理人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有。医院的医护人员从来没有见过原告，讨论治疗方案都是与我的当事人，也就是原告丈夫的亲弟弟孙超越先生进行的。所以，所有的治疗方案，包括病历上的签字，都是我的当事人所签。我先生住院以后，你的当事人跟我说，医院建议我和孩子暂时不要去探视，因为我丈夫见到我们可能会激动。之后我们坚持要去探视，他又说我丈夫已经转院，至于转去哪个医院，又坚决不肯告诉我们。这些我都有证据，我们家保姆都可以作证的。你自己也是律师，你应该很清楚。如果你真心想去医院探望你病中的丈夫，那么我的当事人怎么阻碍得了呢？而真实的原因是，你知道你丈夫并不想见你，而且他的家人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。你之所以嫁给一个比自己大15岁的男人，你是因为钱。你在胡扯！我有证据。这儿有2张结婚请柬，第一张是蓝红女士与罗宾先生的结婚请柬，时间在前。第2张是蓝红女士与孙浩瀚先生的结婚请柬，时间日期在后。这2张结婚请柬时间只差1个月，那是什么原因让你突然间决定嫁给后者，一个比你大15岁的男人呢？谁规定了一个人一生只能谈1次恋爱，只能爱1次？我多爱1次就是大逆不道了，就连继承自己合法丈夫的遗产的资格都没有。你这是哪一朝代的法律啊？我想你可能没有听清楚我的问题，那我再问一遍：
我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你决定不嫁给与自己相恋多年、即将踏入婚姻殿堂的大学同学罗宾的呢？这个问题与本案无关。有关。性格不合。不，是因为罗宾的父母出资为你们购置了婚房，而你要在房产证上写上你和你母亲的名字，你要霸占别人的房产，目的落空了，你恼羞成怒才火速嫁给了孙浩瀚。你以为男人傻吗？你以为你丈夫会相信你是因为感情而嫁给他吗？你骗得了他一时，你骗不了他一世，所以你不会得逞的。如果所有的遗产都被你继承了，他会死不瞑目的。我真是不明白，你哪儿来的自信，在这信誓旦旦地争夺遗产？休庭。你有点过分了。我是为了……不管为了什么。出去。孙超越的律师是顾杰和王丽。出去！你应该明白，顾杰会比何塞更狠。他更了解你的软肋。他那时候是你我的上司，他知道我们俩结婚没有结成，而且后来他参加了你跟孙浩瀚的婚礼。你以为我当初没有嫁给你，是因为房产证上没有我们的名字吗？不管是因为什么，都不重要了。那你也不能侮辱我，尤其不能让何塞侮辱我。罗平，当年我妈被你姐怼得心口疼，在电梯就吃了速效救心丸，这事你记得吧？这件事儿，我们不提了。我要提，为什么不提了？回家之后我就一直劝我妈，我妈直接就跟我翻脸了。罗宾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妈为什么会提出那样的要求？这是作为一个母亲对于她女儿未来的担忧和考虑，你想不到吗？她提出的理由难道就真的那么不可理喻吗？是我当初也很反感我妈为什么会这么做，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，我不嫁给你，不是因为房产证上不加我们的名字，而是因为你们家的态度。你们家看不起我们家，认定我们庸俗，认定我妈庸俗，我们家庸俗。我本来根本就不介意房产证上有没有我的名字，我知道你们家的态度之后，我就介意了。我必须要在这个房产证上加上我的名字，我凭什么不加？我们别再说这件事了，好不好？我就是要说，你都能当面跟何塞吐槽，凭什么不敢当面跟我说清楚啊？怎么不说话了？无话可说？哑口无言，还是觉得我不可理喻？罗宾，我真的是太了解你了。你打从心底就认为，结婚一定是为了真爱，而真爱不应该谈钱。我们家跟你谈钱了，就辱没了婚姻，辱没了真爱，也辱没了你。你多骄傲的一个人啊！你根本不会允许有一个女孩要嫁给你的时候，居然敢跟你提在房产证上加名字的事儿。我敢保证，你当下就对我非常失望了。因为你失望，所以我也很失望。之后你没有再给我打过电话，我们俩也没有正式说分手，就是因为失望。两个失望的人，不要再因为分手多失望一次了。
所以我火速另嫁他人，不是因为钱，是因为失望。失望，你懂吗？你不能出庭。为什么？你太振振有词了，你的振振有词会让别人对你产生反感。无论你多占理，就像你刚才对我那样，咄咄逼人，长篇大论，所以别人一定会认为这个女人太厉害了，太凶了，太爱钱了，所以才会跟她的小叔子去争财产。那是我应得的。他是我丈夫的遗产，我跟我女儿是法定身为第一继承人，他弟弟不是。我相信，但是他弟弟有遗嘱，你没有。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。我不相信，我没看见，就算是有，也是假的。所以我才说，我会把法庭辩论的核心放在遗嘱的真假上，而不是你们夫妻感情的真假上。你什么意思？无论谁是孙超越的律师，他都一定会想办法证明你不是个好妻子。你让你的丈夫失望，以至于他在病重的时候都不愿意见到你，所以他才会立下遗嘱，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了他的亲弟弟。如果你出庭，他们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羞辱你，就像何塞刚才做的那样。就算我不出庭，他们也一样会那么说我的。所以我才会说，我会把辩论的核心放在遗嘱的真假上。蓝红，我是你的律师，你可以不用出庭，不用面对他们。你应该相信我。这只是男洗手间，所以这里没有摄像头。对不起啊，刚才我对你姐姐帅爆了，棒极了！我都是见我的姐姐把别人怼得体无完肤，我第一次见她是被别人怼成筛子。你是在给我点赞。怎么样？他同意了？同意了，委托给何塞和我。我劝你退出这个案子，把它交给何塞，还有兰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对手是顾杰，还有王丽。他们过去是我的手下败将，未来也会是。别的官司我信，这个不一定。我知道他们的策略。只要你出庭，人们就容易相信，他手里这份遗嘱是真的。他的真实意图是要把这批遗产交给他的亲弟弟，而不是交给蓝红。我为什么会给别人这种错觉？你太帅了，人们很难相信蓝红不嫁给你，而嫁给孙浩瀚是因为爱情。继承法第2章法定继承第10条，你在给我普及继承法吗？我是要说，继承法规定了配偶是第一顺序继承人，合法婚姻中的双方互为配偶，所以只要蓝红和孙浩瀚是合法的婚姻关系，蓝红就是法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，继承法才不管他们相爱不相爱。法定继承又称为无遗嘱继承，是相对于遗嘱继承而言的。孙超越的手里就有一份这样的遗嘱，但是这份遗嘱的真实性值得怀疑。我说过，只要你出庭，人们就愿意相信孙超越，并且愿意相信孙超越手里的遗嘱的真实性。毕竟，孙浩瀚是孙超越的哥哥。不，我跟孙超越打过球，他亲口对我讲过，当时他哥哥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，
而且我相信，他绝对不只对我一个人讲过，所以我一定可以找到证人证言证明这个遗嘱是假的，是无效的。罗斌，你没有哥哥，我有。假如说，是我和我哥哥辛辛苦苦的挣了上百亿的家产，我哥哥病过了，我小嫂子作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，继承了这份家产，并且找了一个很帅的小伙子来享用，我特别不爽。不爽不是因为我什么都没捞着，而是觉得这样对我哥哥不公平，特别的不公平。你跟兰兰代理蓝红的案子，兰兰？对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只是罗宾跟我是搭档，我不能就这样甩掉他。他有其他的案子。啊，懂了。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全在这儿了。也就是说，从孙浩瀚住院到转院这段期间，一直是他弟弟在照顾。你们没有见过他的妻子啊？对啊，每次家属签字都是他弟弟签的呀。那您这其他的护士有没有怀疑过，为什么他的妻子从来没有露过面呢？这个情况啊很常见，现在很多夫妻呢感情都不好，巴不得老公啊早点死。你在这干什么呢？我来了解一下情况。啊，你好，两位有什么事儿？你好，我们是全景律所的律师，我们过来了解一下情况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马上要交班了啊，我们聊。何塞老师再见。张小天。啊。你不适合做律师这个职业，你不如趁现在年轻换一个职业。打官司是一项对抗性非常强的一项活动，也不适合你。之前我一直在有意识地锻炼你，强健你的体魄，磨砺你的意志。可是你呢？你却逃之夭夭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不如逃得更远一点，过一种适合你的人生。你看，你还是没有勇气来反对我，你连在生活中你都不敢反抗我，那你怎么能想象将来咱们俩对簿公堂？你会大脑律师有很多种，但我不愿意做你这一种。我是哪一种？你连谈个恋爱都要考虑利益冲突，都要做尽职调查，这有错吗？这说明我对我的工作负责任，这说明我的人生观和恋爱观是严肃认真的。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明天想请半天假。没问题。我是去哪儿都可以，不用向我汇报。您现在有空吗？你说。有这么一件事儿。说。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有事儿。那你们先聊，我先走了。你这助理怎么神神鬼鬼的？我不觉得呀。他明明就是有话要跟你说啊。人家有什么话不想当着你的面说，不能说神神鬼鬼吧？他还护着他。我只是说了一句公道话。我觉得你好像在偏袒他。有的时候人的感觉，不是总是正确。着急下班吗？丽娜痛恨加班，如果你不想让她恨你，那就让她先下班好了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不下班，她是不会下班的。难怪她没有男朋友。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以没有男朋友来评价女性。没错，这个问题真该好好研究。
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有。你说。一般情况下，我的办公室门不会关的。因为接下来我要跟你说的话，我不想让任何人听到。我要换律师。什么？那你要换掉何塞还是兰兰？都换掉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人给我推荐了更好的。谁？廖佳敏。廖佳敏？你怎么会突然想到廖佳敏？是他毛遂自荐吗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的建议是不换。封印不会介意的。其实他跟廖佳敏还有点惺惺相惜。但是何塞会介意。之前你们合作过，而且他为你赢过官司。其实你也能猜到，是谁给我推荐了廖佳敏。要是换别人就算了。我认识。我们同学。毕业之后就一直在法院工作，他父亲也是法官，现在退休了，一直在廖佳敏那儿当法律顾问。如果这么说，何塞的父亲还是何佳一呢？可是谁都知道，何塞从来不利用何佳一的关系。那你打算用什么理由换掉何塞呢？他没有做错什么，而且他已经在开始为你工作了。但问题是，他现在还没开始起诉呢。他在快马加鞭搜集证据，起诉容易。但你的目的不是起诉，而是胜诉，对吧？而且，如果你现在换成廖佳敏，廖佳敏也要重新准备起诉材料、证据清单、财产清单等等取证工作，这都很需要时间的。其实还有一个理由，只是这个理由我不太好说。因为顾杰。对。顾杰太恨全景了，但是他跟廖佳敏关系还不错，我想要一个跟对方能说得上话的律师。你的手机在震动。啊。是我姐，不重要。我姐肯定是跟我姐夫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矛盾。万医生，我是孙浩瀚的家属。不好意思啊，万医生刚下手术还没休息，让他休息一下。我们想了解一下孙浩瀚在转院过程中的具体情况。这不都写着呢吗？反复跟患者家属（括号患者弟弟）讲述病情和治疗可能发生的巨大危险。那么患者家属呢表示理解，强烈要求出院。对于出院途中可能出现的一切风险，他们表示知情并愿意承担一切后果，签字为证。这就是当时实际情况，你还要了解什么呀？不，我是想了解一下，就是说这个反复强调。这反复是多少次呢？还有就是，具体的，他们对方是怎么反应的呢？你谁呀？啊，这是我的律师证，还有我的介绍信，你看。对不起啊，麻烦让一下，让一下。万医生。万医生，
喂，你好，全景罗宾办公室。啊？如果你有事，你可以先下班。我跟罗宾的事还没谈完呢。刘英梅走了，什么走了？过世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刚刚。人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没了，见客户的时候突发脑溢血。那他这算是工伤事故还是以身殉职啊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那我是不是该换律师了？恕我直言，你现在把何塞换掉不合适吧？为什么呀？他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我还让人家给我打官司，这才不合适吧？你太不了解何塞了。你把他换掉就是对他最大的蔑视，就像当众给他一个耳光一样。你也太不了解律师了。律师上法庭就如同上战场，全力以赴、全神贯注都不见得能赢得胜利。你脑子里只有胜利。那当然了，赢了价值100亿，输了一无所有。除非何塞主动提出来不干了，干不了。那万一他不好意思提呢？他又不能全神贯注、全力以赴。相信我，他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我记得你跟何塞你们俩关系没那么好。这跟我们俩的关系好坏没关系。我刚才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？我懂，我输不起。理解，完全理解。我本来还犹豫我怎么去跟何塞说，但现在正好我可以借这个事情，委婉的跟他说，让他好好在家里安抚他姐姐，照顾他家人，这没问题吧？你让我想想，我会想出办法。什么时候？明天。明天。要不要搭我的车？不顺路，我可以让司机专程送你。不必了，别客气。不是跟你客气，那是什么？不想欠你人情。我知道你看不惯我，彼此彼此吧。我不想让罗宾为难，那你就不应该回到这里来。你一定要这么对我吗？你也可以这么对我。我不会这么对你。不是因为我怕你，是因为我不想让大家看笑话，说我们峨眉相及。走了。如果他一定要换掉何塞，这事儿你不要掺和。如果他不信任何塞的话，何塞是能够察觉出来的。何塞又是一个容易跟别人较劲的人。何塞是一个律师，他应该早就习惯了客户对他的质疑。我说的不是何塞，我说的是蓝红。没有人愿意接他那种客户。有的，有人想接或者肯接他的案子，这毕竟是100亿标的。那都是为了标的去的。丽娜，你不是一个刻薄的人。对，我不是，但我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。这个案子对他至关重要，他没有什么太信得过的人。他穷的就剩钱了，如果连钱都没有的话，他真的生不如死。我帮你叫台车吧，你最近太辛苦了，早点回去休息。
不下班啊？我要留下来研究点东西。研究怎么帮何塞留住客户。我们所不能丢这么大一个单子。那如果输了，岂不是更丢人？丢了比输了更丢人。刘英美公司的小孩问问我们能不能帮着联系一下何塞，说他姐姐找不着他。哎，罗宾，什么事儿？你在哪儿？我在医院呢，什么事儿啊？哦，我就是想问，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我们随时可以赶过去。不用不用，我自己能处理。你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没有。那你节哀顺变。他在医院，应该已经联系上了。什么叫节哀顺变呀？这不就是上医院来取个证，没取利索，还节哀顺变呢？罗宾还挺关心你的。他这人啊，平常看着不近人情，但实际上呢，他是有这个煽情恐惧症。煽情恐惧症，你发明的？丽娜说的。而得这种病的人啊，他特别害怕别人对他表达真情实感，比如感谢呀、感激呀、掏心掏肺的话。他一旦听到这些东西吧，他就会浑身的难受啊，他就会恐惧，会尴尬。乱七八糟。你慢点，这地。喂，姐，我们刚才去医院找万医生取证了，他刚刚做完手术，在手术室门口碰上了。啊，那个何塞还跟你在一起吗？啊，怎么了？丽娜说，何塞的姐夫刘英美脑淤血，突然去世了。他姐姐情绪激动崩溃了，现在在医院呢。我问问，我们一直在一块儿呢。好。怎么了？你姐是不是不信任我呀？没有。她想混律师吧？你别多想啊。我没多想，我听说了。我听说人家给她介绍了廖佳敏。刚才在手术室，你姐给你打了个电话，你没接。不，你不用跟我转移话题。你姐夫突发脑溢血去世了，你姐受刺激了，进医院了。那孟小雨的事儿，你打算怎么办啊？我觉得你得想办法，不能让他来。这同事关系和其他关系不一样。说实话啊，这同事比好多夫妻在一起的时间还长呢。你们俩在一起时间久了，他想了解你，他东打听西打听，再把你好多事情给打听出来。你说我要不说实话吧？我就说我没有文凭，怎么了？对不对？千万别！为什么呀？你想啊，连我都知道你在全景，那是因为罗宾罩着你。罗宾想让所有人都感觉你很有神秘感，很有背景，就是不想让别人去深挖你去。你自己坦白了，那不等于直接打罗宾的脸吗？可是如果孟小雨她知道这件事情的话，她知道，她早就说了，所以她肯定什么都不知道。只要她不来，你们不朝夕相处，就什么事都没有。再说了。那现在谁有时间去打听跟自己没关系的事儿啊？
你怎么来了？我在楼下看见灯亮着，我就上来了。你不会专门跑到我家楼下来看看我家灯亮没亮吧？我是顺道。顺道？你去哪儿啊？顺道？我看你们小区的房子。看房子？嗯。为什么看房子？我呀，觉得我们家太小了，我想结婚以后啊，换一个大点的。你要再婚啊？罗宾同志，再婚不丢人吧？不丢人，当然不丢人。任何进步文明的社会都承认婚姻自由，婚姻自由既包括结婚自由，也包括离婚自由。不允许别人离婚，把离婚当成污点，既不道德也不文明，甚至应该批判。我怎么觉得你说话有点阴阳怪气的？我是觉得你跟王丽有点太快了。我们又不是今天才认识，我们是重逢，而且人家一直等着我，而且是默默的等，我很感动。默默的等，那请问你离婚也有一段时间了，他为什么早不出现，晚不出现，偏偏现在出现了呢？因为慎重呀。慎重。是。他确实是一个非常慎重的人。那么，我亲爱的姐，你能不能也慎重一点呢？啊？我觉得呀，这句话应该对你说才是。你先不要对我说，现在说你。我们上学的时候，你对季玉一见钟情，你们俩认识不到1个星期就开始谈婚论嫁，结果呢？所以这次能不能慎重一点？慎重一点。蓝红又会全景了，而且老去你办公室跟你谈工作，一谈就是几个小时，而且老在你下班的时候跟你谈。丽娜说的。那就是真有这回事喽。你能不能不要听丽娜胡说八道？我听别人说的，跟人家丽娜没关系。那你就是道听途说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告诉你，蓝红就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。罗琦同志，你能不能留点口德？这个浩瀚超越这个公司是人家兄弟俩一起打拼下来的，他干什么了？他告人家小叔子霸占家产，这告得上吗？他是孙浩瀚的合法配偶，而且他们俩有一个女儿。无论如何，让一个合法配偶零继承，这是不公平的。我觉得挺公平的呀。他这种人，靠男人不劳而获，我觉得就应该这种下场。我跟你说说他们家的事儿啊。这个孙浩瀚的前妻死得早，当时他儿子才1、2岁，这孩子从小就跟他弟弟一起过。换句话说，他的亲弟弟孙超越跟他一起打拼的这个公司，哎，你蓝红半路杀进来，然后给他生个女儿，这个家产就是他的了。我再告诉你哦，他们都说啊，这个孙浩瀚的这个女儿啊，不是他生的。我确定你是被王丽给洗脑了。我确定你被蓝红洗脑了，你爱听不听，我走了，离他远点啊，免得雷劈他的时候顺便带着你。走了。谈得不太愉快啊。让试试教育他吧。哎，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去接我闺女。你跟季玉说了我们的事儿了吗？跟他说什么？说得上吗？可他毕竟是小安的父亲。我们结婚的时候，可以请他们夫妇来参加。这样呢，小安会觉得爸爸妈妈虽然离婚了，但还是亲人啊，两家关系好，对孩子也好。而且我也想过了，小安呢，可以一直叫我王丽叔叔。季玉呢，永远是他的父亲，我永远是他的叔叔。小安有一个爱他的父亲的同时，还有一个爱他的叔叔。
罗宾提议，以后凡是遇到重大疑难还有复杂的案例，必须开会讨论。这样案件的代理情况，不光体现了经办律师的个人水平，而且还体现了我们律所全体的集体智慧，同时也避免了经办律师由于个人原因导致的案件受理受到了影响。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提议。案件是谁办理的？是律师，律师也是人，人就会受到情绪的波动，造成情绪波动的影响有很多方面，比如个人家庭、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等等等等。我怎么觉得这个提议针对性很强啊？啊，不，何塞，你经手的案子确实符合这几个条件，但是现在罗宾手里类似的案子非常多，不是针对你。但是要从我开始，对吧？你总是这么一语中的。好，散会。罗宾他这是针对我，他这是在帮你，帮我，他是要插手我的案子。是蓝红想要换掉你，他说服了蓝红。准确的说，蓝红确实有这个念头，他想换成廖佳敏，但是经罗宾这一通说服，不换我了。但是我要向他罗宾汇报，向集体汇报。他就是集体，集体就是他。你冷静一点。我冷静不了，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他打了我的脸，他打完了，你让我冷静。不是你说的吗？脱面自干，怎么现在人家还没脱你的面呢？你就已经气成这样，腾云驾雾了。我都安排好了，你带着淼淼直接出国。姐，我都不敢告诉你，我这手机里每天都能收到无数的威胁和恐吓我的短信和电话。OK， 威胁我、恐吓我，我不怕，但是我怕他们对淼淼动手。那你带淼淼走啊？不讨论，就按我说的办。所有事情都会解决的。我等一下打给你。你怎么了？自己看。马上让何塞发律师函。告谁啊？告你姐姐？这事跟我姐有什么关系？据知情人爆料，看见了吗？这个知情人就是你姐姐罗琦。不可能，罗琦她不会的。不会吗？你不看你姐微博的？我都不知道她有微博。看清楚了，采樊琪琪这个就是你姐。她在上面骂我说我从小就爱钱，爱有钱人，抛弃了英俊潇洒的男朋友，转而攀了高枝，嫁给了这个什么黄土埋半截的有钱客户。法官判又不会根据谁在微博上说了些什么。是，你姐这个微博明显就被人指导过的。你能不能冷静一下？我不能冷静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每分钟就有人跑到微博下面蜂拥而至的骂我，我都被骂上热搜了，你看不见啊？在所有的事情搞清楚之前，请你能不能先冷静地跟我说？战斗已经打响，敌人用了最卑劣、最无耻的手段，我们要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他们这是诽谤啊！我一定要告到他家破人亡。不什么意思？不，就是因为采樊琪琪是罗琦，也就是罗宾律师的姐姐。罗宾，
你不能因为她是你的姐姐你就护短啊！你现在要做的是大义灭亲，不要上当，不要乱了手脚，好吗？我们要清楚我们现在自己的首要任务是什么，到底是要告孙超越还是采樊琪琪？这两者不矛盾。那好，如果我们先告采樊琪琪，那么所有人的眼光都会被吸引到这段梦断豪门上。更关键的是，采樊琪琪用的是春秋笔法，说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，很难构成诽谤。他这是在侮辱我。不，罗宾说的这个有道理。你现在一怒，等于是我们改变了斗争方向，但是我们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是要先干翻孙超越。你现在要做的是唾面自干啊，就是即使别人往你脸上啐唾沫，你被炒了，你不擦它啊，依然被炒了。什么我就被炒了？听不懂。你被炒了。哀兵必胜。你也可以发一个微博。我凭什么呀？我不会期期哀哀。用不着期期哀哀，就实事求是。第一，你丈夫生病期间，你的小叔子隔离了你跟你的丈夫，让你见不到他。第二，你的小叔子让你签了一个委托看病的协议，正是这个协议，你的小叔子在医生反复提示危险的情况下，仍然一意孤行让他转院，并且在转院的过程当中导致他去世。第三，你小叔子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转移了你丈夫所有的财产。第四，这个遗嘱不具备法律效力，不代表你丈夫的真实意愿。我可以去给平台发一个律师函，让他们删帖，不许转发。平台一般不敢惹这样的麻烦。然后我会再组织一拨人来采访，题目就叫做“百亿富豪突然离世，财产被算计，100亿资产零继承”。最关键的是，马上申请诉讼保全，让孙超越1分钱都动不了。他是生意人，这会对他形成致命的打击。好，这就去办。全体注意！你们所有人啊，我不用再跟你们重申，法律文书和出庭同等重要。我现在需要你们一起来做一项辅庭工作啊！很快我会给你们一批账号，你们要做几方面的工作。第一，到各大银行的柜员机上查到这个账户的姓名，拍照并打印。第二，通过电话和网络查到这个账号的开户行，具体到支行。第三，给我做出账号清单。爷爷，麦飞，孙奶来了，哎，快喝一口。爷爷，哎呀，你们怎么不进去啊？你们人多，跟外面待会儿。闺女啊，哎，给你添麻烦了啊！没有，哪儿的话呀，一点都不麻烦，爷爷。说这个什么议定监护人，还非得要这个公证啊？那当然了，肯定是要公证的。我吧认识一个熟人，他在这个担保公司上班，他跟公证处的人呀可熟了。上次啊，他带我去做公证啊，根本就没排队，打了个招呼就给办了。等会儿，爷爷，啊，您上次公证什么呀？啊？哎呀，按说我不应该跟你们说这些的。什么事儿啊，爷爷还不能跟我们说？这是国家机密，不能泄露的。爷爷，您跟我们说没事儿的，我们一定会保守国家机密的。没事啊？没事。能说？能说，爷爷您说吧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前些日子吧，我突然接到公安局打了个电话，他们说我搅进了一桩什么大案子里头。我说我都这样了，我还搅进什么大案子？他们说公安局马上要来查封我的房子。我一听我急了，我说你们查封了我的房子，我住到哪儿去呀？他们说也可以呀，
让我先交一笔保证金。我没钱呐，我说我没钱呐。他们说还有另外一种方法，就是把我的房子呀，抵押出去。那您就答应了？嗨，他们证明我清白以后，过段日子房子就还给我了嘛。在抵押期间，我还可以继续住在我的房子里头，不会有事儿的，没事儿啊。爷爷，这事儿您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呢？他们不让说嘛，他们规定，包括子女、家属都不能说的。我，这是保守国家的秘密。爷爷，我们都是律师，我们接受过保密教育，有为客户保密的义务，所以这事儿您可以跟我们说，没事儿的，您接着说吧。他们让我去找一个人，这个人呢是做担保的，对，叫小江，是他带着我去公证处把房子做了公证的。那这个公证的内容在哪儿？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？都在这儿呢。这是一份贷款协议，是一房子做抵押的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爷爷，我问你一下啊，这个优盾是谁给您的呀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都是那个小江指导着我办的。他们还给我转了400万，在我账上，他们说先放我这儿，作为我的这个保证金，等这个案子查清了呀，房子还给我了，再把这钱收回去啊。爷爷啊，您刚刚提到小江，小江的全名叫什么？他在哪儿上班？您知道吗？哎呀，这我，哎呀，我是不是让他们给骗了呀？那400万他们很快就转走了。爷爷，您别急，您别急，不行，您先别急啊。麦飞是律师，咱们应该相信他。您别急，您慢慢说，行吗？我不急，您别急，我不急，我不急。您别急，您别急。我让他们给骗了，我今天请假了。我知道，现在人手实在不够，他们全去银行了。我现在缺人帮我写一份冻结申请文书，何太着急啊？那行吧，那我晚点过来好吗？爷爷，爷爷，我现在打电话。快打电话，爷爷。财产线索：法庭上报财产资料，后续流水账号核对，找出新账号。你怎么说的啊？说这种事儿特别多，而且是专门给老人设计的。警察现在接到的报案类似案件30多起，都是他们家这一片，都是被骗走了房子，而且有的老人的房子已经被卖掉了。哎，你先别着急，我们好好的想想办法，好吗？我能不着急吗？我本来是想把爷爷的房子给租出去，然后拿着租金送爷爷去养老院的。那如果我们打官司呢？这个官司根本没法打，这个套一看就是专业人士给设计的，一般不懂法的人绝对想不出这么合法的骗人办法。
什么事儿不能明天到办公室再说吗？我怕会出人命。这个套真的是太合法了。所以啊，我们现在特别着急，这个委托书要赶紧撤掉，不然的话，房子真的被卖了就来不及了。你让麦飞明天上午去司法局投诉，让司法局给公证处打电话，要求撤销这份委托书。然后，让麦飞去公证处找到骗子当时带他爷爷去公证的录像。关键是刚刚您也看到了，还有一个贷款协议，真的签得非常的糟糕。如果爷爷不能按时还款的话，他们是可以跟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的。麦飞报案了吧？报了。去派出所拿着受案回执，让法院暂停执行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还有事吗？没事儿。那个罗老师，谢谢你，晚安。那里。喂，姐，你在哪儿呢？我这就回家。何塞给咱们找个地方住，他建议我们暂时先住到这里。我呢，把地址发给你。我觉得物业和保安还都挺好的。那我就走了。我们家这几天特别吓人，每天睡到半夜了，就不知道是谁在底下按门铃。没事，我这儿安全，他没有人知道我在哪儿。今天一回家，门把上挂了一死鸡，我姐当时就吓疯了。我姐是属鸡的。这都什么下三滥的手法呀！你住哪儿啊？我上我姐那儿住去，正好我姐夫去世了，我也去陪陪我姐。啊，对了，那个淼淼啊，她要是没人照顾，你就放我姐那儿去，反正这都住一个院里，方便。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不麻烦。我有件事要和你说，要紧吗？和蓝红有关。如果你要是劝我别管，我昨天晚上见到原野了。如果，比如说，有人让我证明一件事情，但是我可能当时不在场，但是这件事情肯定发生过。如果我见证了，会有问题吗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说清楚点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孙超越的律师来找我，让我说孙浩瀚立遗嘱的时候我在场，我见证了。但是当时你没在。但是肯定有遗嘱的呀，他都给我看过。我劝你最好不要做。但是他保证我不会有问题的。别信。你不会已经……我录了，也按照他要的写了。那你现在赶紧告诉他们，不行。但是他又给我买机票，又帮我安排学校。哎，你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啊。那能不能让原野？不能，他已经后悔告诉我了，他不会替你作证的。可不可以让他？不可以，他是我的朋友，我不能出卖他。那你一定要拦住他，不能让他做伪证。拦住了，他已经拒绝了。要用电子邮件的方式拒绝。我就是这么跟他说的，他发的就是电子邮件。难道说真的不能让？不可以。好吧。对不起。不用说对不起，我还应该谢谢你，至少让我知道了他们的遗嘱有毛病，只是我暂时没有证据。
你绝对不能把月月牵扯进来。你不会不知道我的办公室有监控吧？我刚才跟你说的话都是逗着你玩的。好吧，我的确是被你逗得比刚才开心多了，谢谢。不客气。他们估计会谈崩。罗老师，您找我？蓝红的案子很快就会进入庭审阶段，何塞想让你去帮点忙。他们不是正在和我们聊庭外和解吗？因为我们申请了诉讼保全，所以他们不想被拖入漫长的司法过程。是因为他们输不起吧？谁都输不起，谁输了谁就是零继承。去给我拿一下律师职业行为规范。啊，我这儿有，我给你拿吧。尽快。好。我们如果要辩论，大可以上法庭上辩论，没有必要来这里。我们是带着诚意来的，庭外和解对我们都有好处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就是你在外面抹黑我姐，说我姐是蓝金莲。你们也抹黑我们的当事人啊，把他说成是一个欺负孤儿寡母、侵占亡兄家产的人。那不是抹黑，是事实。事实是，浩瀚超越集团是孙浩瀚、孙超越兄弟俩共同创立的。不，公司是由孙浩瀚创立，弟弟孙超越是追随自己的哥哥。浩瀚超越集团的股份，自集团创立之日始，至孙浩瀚先生去世之前1周，一直是孙浩瀚先生占60%，长子孙然和其弟弟孙超越先生各占20%。为什么没有蓝红女士的呢？蓝红女士嫁给孙浩瀚先生也不是1年2年了。我姐之所以没有股份，是因为我姐夫曾经说过，我姐夫的就是我姐的。确实，如果没有遗嘱，你姐夫的也许可能是你姐姐的，但是现在是有遗嘱，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留给了自己的亲弟弟。可如果真的上了法庭，你们这份遗嘱很有可能会被判作无效。